小满，最近出了件大事，丢失了很多跟你一样生辰的女孩子。阿娘怀疑有人用这些女童做坏事，你生母铁了心的来要你。阿娘觉得跟此事有点关系，你要不跟着她回去看看？若是真的心疼你，你也多一些亲人疼爱你；若是她心怀不轨，你也能认清她的真面目，彻底死了心。追查到幕后主使人也是你的功德，你既然修炼，功德对你很重要的。小满没有害怕，小脸上满是勇敢。我听阿娘的。也不能这么轻易便宜他们了，该让他们付出的代价也不能少。看阿娘眼色行事。我会的。小满的生母这次是有备而来，村里人也都知道她的嘴脸，不再惯着她，把他们拦在了村口。他们要敢硬闯，直接就给打出去。别跟我们村闹，既然孩子已经卖给我们村，合理合法，你闹就有理了啊！别说什么不得已，现在后悔了，你后悔你撞墙去，别来骚扰孩子。你们村的人不能没有人性啊！你才没人性呢！你怎么不卖了你自己啊？卖什么闺女？现在来装什么装？你当我们是傻的呀？他这副尊容，想卖也没人要啊！倒是傣族出好笋，生了个好女儿。不过你重男轻女，容不下女儿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呢。这孩子现在是我们村的，想带走，问问我们村里面人答不答应。我不跟你们讲，找那个女人过来，我要跟她说，我要见我女儿，你们没有资格拦着我。我来了，你想说什么就在这说吧，别踩脏了我们村的地。温竹清带着孩子们缓缓地走过来，小满一脸怯生生的胆小模样。哎呦，娘的女儿啊，你可受苦了，都是娘不好，娘已经后悔了，娘来带你回家的。你可真是会睁着眼说瞎话啊！小满当初什么样子，现在什么样子，长眼睛的人都会看。他这衣服5两银子的料子做的，这珠花一对10两银子，更别说鞋子和吃饭了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家孩子顿顿肉蛋，哪儿缺过吃的？在我手里不过半年，就已经长了20斤肉，个头也蹿了一大截子。你眼瞎看不到吗？还是说你从来没正眼看过他？不瞒你说，我那个娘家因为重男轻女，虐待女儿，全村都被灭门了，这是报应。这事儿已经传开了，温家村现在都是鬼村，谁提起来都是一脸的惊恐。我那不是家里没钱吗？有钱谁不想好好的养孩子？你有钱你就了不起啊？对，我就是了不起，谁让我能挣钱呢？你不服憋着。众人笑起来。阿青姑娘不偷不抢的，本事大，那多的是人抢着来送钱呢，谁能不服啊？我不跟你废话，我今儿个就要带孩子回家去，还给你10两银子你也不亏呀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只是个后娘，这么多的孩子不差小满这一个，你不还我孩子，我绝不罢休。不管几个孩子，哪一个我都疼爱的，你不罢休又能怎样？10两银子就想带走我家孩子，你回去做梦去吧，梦里什么都有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，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，老娘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。你想想儿子。哎呀，大妮儿啊，你跟爹娘回去吧，爹娘想你。爹跟你保证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，不让你吃苦。爹，你真的要我回去吗？你已经有弟弟了，为什么还要我？子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，不管哪一个都是惦记的呀。你别恨爹，爹只是想你能过得好。最多20两，你们别太过分了。逼急了我要到县衙告你们拐卖孩子的。无耻，不要脸，哪有你这么做人的？哎呀，就是人家养了这么多天，你说要走就要走啊，还恩将仇报。你们村的人以后都别想踏进我们村的了。你们村的闺女我们也不会娶的，有你这样的老鼠屎，村里的姑娘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稍安勿躁。小满，你怎么看？50两，你给我阿娘50两，我就跟你们走。你这个死丫头！好，我卖房子卖地都给你，只求咱们一家能团圆了。听着怪感人的，如果忽略了女人眼底的阴鸷和冷意。行吧，我给孩子收拾东西，你们稍等。他给孩子准备了无数的符纸，他能想到的都给小满带上了，还是不放心呢。阿娘，你放心吧，
打不过我能跑的，这么多的符纸，就是神仙也能打死了。小满露出笑意，安慰他放心。温竹清只好把他交给了小满的家里人，孩子们都很是舍不得，不明白温竹清为什么要答应他们。小五都哭出来了，非要跟着他走。温竹清看着哭闹打滚的小五，都有一些不想要了。小满可以和家里人团聚，也是一件好事啊。他们能付出这么多的钱，肯定会真心照顾他的。过段日子咱们可以去看他，又不是见不着了，都别哭丧这个脸了。温竹清也没多说什么，他们这么想也可以。之后呢，就是等待。温竹清夜里睡觉都睁着一只眼，随时等待着小满的消息。不出他所料，很快的，那个人趁着夜色来到了小满家。这孩子养的真是好啊，那我带走了。不行，我费了好大劲儿才给找回来的，你想这么轻易就给带走，我可不答应。你想怎么样？得加钱，200两，不，500两，少1两银子都不行。夫人，哼，别那么贪心。这是我的孩子，你不想要，你到别人家去啊。上一个跟我这么说话的魂儿都没了，你非要作死，老子成全你。没等小满回神，一道看不见的丝线就划过了他生母的脖子，然后是小满的生父，还有屋子里躺在床上的弟弟，全部被杀死了，甚至连院子里的鸡鸭猪鹅，那也一个也没有幸免，直接是来了一个鸡犬不留。跟我走吧。不好意思，杀起来收不住，这种愚蠢的人真的该死。那人拉着小满的手，直接就消失不见了。第二天，村里人才发现小满全家都死了，直接就惊动了县令。县令再次来找温竹清，温竹清也非常的意外，小满并没有发来求救信号，不由得担心起来。我跟你去看看案发现场吧。一行人再次来到了小满家，村里人心惶惶，只有李正不得不陪着他们，等待县太爷的问话。他们家人有什么仇人没有？平时人缘怎么样？这个李氏为人泼辣，邻里关系并不好，谁都骂不过他，就连他公公婆婆都惹不起，早早分了家。这分家还不算，没粮食的时候还去婆家拿，都不给赡养费。遇到这样的儿媳妇儿也是倒霉了。说正题，早看出来他不是善茬子了，有没有仇家？矛盾到了能杀人的地步倒也没有，毕竟只是村里鸡毛蒜皮的小矛盾。那你知道他最近为什么非要把女儿找回来吗？总不会突然良心发现了吧？女儿是关键，既然不是村里人，那肯定有让他改变主意的人。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我问问邻居啊。武士，你过来，官爷问你话呢。他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找他，或者是大手大脚很反常的事？哎呦，有的。他说要发财了，足够盖新房，甚至能去镇子上生活，送儿子去私塾读书，不用在地里刨食了。我问他什么财路，他不肯说，只是一门心思要找回女儿，估摸着跟女儿有关。哎呀，那孩子太可怜了，好日子没过几天，又落到他们手里。哎，也不知道活着没。案发那天晚上，你有听到什么动静吗？动静嘛，那倒是没有，早早就歇息了。庄稼人省点煤油，天擦黑就睡了。没有争吵打斗，一招毙命，这不是一般人做的。温竹清在房子的四周继续检查，看看小满有没有留下什么记号。这孩子聪明，肯定不会故意的失去联系的。还真的是有所发现，屋后的草丛里发现了小满带着的珠花，方向是山里，看来是要进山去找。打发萧七言回家，温竹清决定独自进山，只是没走多久就被人给追上来，竟然是子儿。你怎么来了？阿爹让我来的，进了山我也可以帮助阿娘。小满喊我一声姐姐，我也想找到她。挺好，咱们一起去吧。拿出珠花，温竹清换了一张追踪符，带着化成圆形的子儿追了上去。子儿嗅了嗅珠花，就跟小狗一样，他的嗅觉也很灵敏，能够帮助他追踪。双重保险之下，温竹清很快就追到了深山里，发现了一座陵墓，绕着坟墓转了一周，从后山找到了一个山洞，可以直接进去。咱们进去吧，小满大概在这里面呢。阿娘，这里给我的感觉很是不好，非常的危险，可要小心啊。危险也得去，小满是咱们的亲人，子儿，
你留在外面吧，真的有事儿我也不用照顾你。我虽然比不上阿娘，可也很厉害，总比父亲强吧？他会扯后腿，我肯定不会。萧青言要是在这儿啊，那肯定得更委屈。你干嘛非得拿我来做比较啊？他都已经这么难了，还要被女儿给扎心。那你躲好了，情况不妙就跑，保护好自己。这是护身符，给你贴满身。行吧，都能当衣服穿了。温竹清抬脚进去了，一路上竟然是畅通无阻。到了墓室的深处，这里还是个女子的陵墓。温竹清很是意外，是个极其漂亮的女人，一身的白色轻纱衣裙，就好像睡着了一样。温竹清瞬间就觉得毛骨悚然，下意识的就想离开，生怕这女的突然睁开眼朝他扑上来。那电视里面都这么演的。无意打扰，姑娘莫怪，我这就走啊。温竹清转身离开，却看到门口出现了一个黑衣男子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，满眼复杂的看着他。嗨。这个是我的夫人。哦，你夫人很漂亮的，你肯定很爱你的夫人吧？我当然是爱她的呀。这里原本是我的陵墓，我把她安置在这儿，原本想死了之后跟她安葬在一起，但是我却一直没死。或许这个是老天对我的惩罚，让我不能跟夫人团聚吧。哎，真是太残忍了，有情人不能在一起。你慢慢等啊，我先走了，不打扰你和夫人相处了。温竹清只想离开这儿。我去，太诡异了，这女的死了都多少年了，这男的还没死，这大概又是个老妖怪。你不找人了吗？你能进来，说明那个丫头对你很重要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前辈，你能放我女儿离开吗？她只是个孩子，你这样的前辈高人肯定是不屑为难一个孩子的。那不是你的孩子，为什么你能视如己出，而他就不能呢？温竹清满脸的疑问。那你这男的还是个渣男吗？回答我几个问题，我会考虑送你们离开。别想着反抗，我不老不死，你那点手段对我没用的。你厉害，多少人追求的长生你已经实现了。对别人来讲或许是梦寐以求，可对我而言这是诅咒。诅咒？是啊，是他临死之前对我的诅咒，诅咒我不老不死，永远不会有人爱上我，我也会失去最爱，孤独的活着。温竹清说不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只能沉默。想不想听一下我跟他的故事？我说不想，可以吗？为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不是个好的倾听者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不喜欢替古人落泪，只喜欢动手，看不惯的就想锤死了，要不然会气着我自己的。阿宁是我的原配夫人，她是家里安排的，家世好，性格也好，端庄文静，是长辈们都喜欢的那种女孩子。管家里是一把好手，但我却并不喜欢她。新婚夜就出征了，很庆幸没有圆房，不用勉强自己。这个挺渣的。你不喜欢就别娶啊，娶了不圆房，对他来讲是一种羞辱。你让他在内宅如何立足？男子深深的看他。你要不喜欢，我可以闭嘴。不，你可以说的。后来呢，我爱上了一个医女，她救了我的命，医术高超，帮我很多。有她在，军中的伤亡都少了一半。只是她身份低微，有自己的尊严，宁做平民妻，不做妇人妾。她也爱我，但是不会嫁给我。那后来呢？你总不能休妻吧？我家里是不会同意的，最终还是要回家。这已经是3年之后了，再次见到阿宁，我还是觉得很陌生。相敬如宾，冰块的冰。那个医女呢？她跟着我回来，救了一个年轻男子，没想到是当朝六皇子。在六皇子的安排之下，进了太医院，做了女医。然后就是你和六皇子为了他争风吃醋，分分合合的。你会不会为了他造反呢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不能用我的家族做赌注，不能做逆臣，遗臭万年，让祖宗蒙羞。我不可能造反的。再说了，月儿喜欢的是我，六皇子忘恩负义，强取豪夺，拆散了我们。不好意思，不是拆散，你俩本来就不是夫妻啊。六皇子有追求他的资格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你们都一样，都不是好东西。男子一噎，
他说话怪气人的，可是又觉得有道理。后来呢？后来月儿跟我意外在一起了，六皇子不肯罢手，陷害我的家族，威胁我放弃月儿。温竹清不用想也知道，这个男的肯定妥协了。这个月儿也怪惨的，爱上这么一男的。你妥协了？我不能放弃我的家族，我的父母族人，数千人呢，不能因为月儿让他们都跟着我陪葬。所以你放弃了他？是的，他恨我，但是她怀孕了，却在生下我们孩子的时候难产而死。我想让阿宁养在膝下，阿宁第一次忤逆我这个丈夫，宁死也不要这个孩子。你说说，身为主母，养育我的孩子不是她的本分吗？我是她夫君，夫君大过天，她怎么敢忤逆我呢？房间里面阴风阵阵，看得出来他很愤怒，而且呢还在恨着原配夫人。温竹清都不想听了，怕揍人又打不过。哈哈，你说的对，他该死。罪不至死，你这个女人怎么如此歹毒？哼啊，我歹毒？行吧，您怎么说都行，您高兴就好。那个，你夫人怎么死的？吞金自强。这么惨烈啊！温竹清都同情她了，好惨呀，女的。她临死诅咒我不老不死，永远得不到我爱的人，也不会有人爱我。我不配做她的夫君，生生世世永不相见。活该。不是，有点过分了。夫妻一场，他怎么能不听你的话呢？还敢诅咒你，三从四德白学了吗？你不用言不由心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什么都看开了。是我对不起阿宁，我想亲自跟她道个歉，却找不到机会。这么多年我也没闲着，活着的时候就游历天下，想要拜访高人学习道法，却没人收我。他们都看得出来我身上的诅咒，是绝对不可能收我的，说是我因果太重，谁也不敢沾染。哼，换我也不收，收下你就得帮你解除诅咒，身负诅咒你很难突破，你已经心魔缠身了，修也是白修。哼，你懂得挺多的，确实是这样，所以我只练体。本来我也是武将，修炼只是想要找到破解之法，练体是无聊，总得有点追求。这么多年我也了解了很多东西，结识了很多道门的高人，找到破解之法就是找到阿宁的转世之身，只要他原谅我，亲自破解诅咒，我就解脱了。恭喜恭喜啊！温竹清言不由衷的恭喜他，只是看男子的眼神直勾勾的盯着自己，心里发毛，一个难以置信的想法浮现出来。你说的转世之身，不会是我吧？温竹清此刻只觉得是天雷滚滚，狗血淋头，心里是10000个不信。可是男子笃定的眼神让他不得不认真的考虑这事儿。不好意思，问一下，你是怎么确定我就是你夫人转世呢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我这些年施恩不少人，有佛门有道门，每一次夫人转世，我都会找他们帮我看一下，还了我的人情。但是你这一世很特殊，是最特别的一世，阿宁的灵魂跟你融为一体，我也不敢肯定你到底算不算是阿宁的转世。温竹清心中了然，穿越改变了原主的命数，自己现在活着已经不是原主的灵魂，但是呢却是有着他的印记，这就让男人找到他了。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我不算是你夫人的转世，你还是重新找去吧。抱歉，我可以离开了吗？我姓裴，裴延川。温竹清。我知道你很不错，你能不离不弃地照顾你夫君的孩子，尽到一家主母的责任，是个完美的妻子。温竹清是一肚子的麻麦皮想要送给他，合着你眼里的好妻子就是受气包冤大头呗。多谢夸奖，你能把女儿还给我了吗？她不在我这里，离这儿30里外有个乱葬岗，底下是条阴脉，有人想用阴脉滋养自身，吸收天阴女子的血液，变成不死永生的存在。你不早说，我孩子有什么意外，你能赔得起吗？要不是看不透他，温竹清都想动手打爆他的头。我去，拉着他扯这么多，耽误他找孩子。温竹清急匆匆的要离开，男人并没有阻拦，静静的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知道想什么呢。走出陵墓，温竹清直接就去了阴煞之气最重的地方。什么人？老鬼，
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你可以留下遗言，但是我不会听的。你是温竹清，你非要跟我们冥鬼门不死不休吗？以前或许不会，以后肯定是了。你们千不该万不该对我女儿下手，寿星宫上吊，自己找死，我不成全能行吗？就在此时，老鬼的背后一阵雷鸣声响起，炸得他是浑身颤抖，惨叫不断。是小满抓准了机会砸了五雷符，炸死这个老鬼，趁他病要他命。温竹清一巴掌拍上去，老鬼直接就炸裂开了，尸体化成了肉末，溅得满地都是。安娘，你怎么样了？小满扑上来，紧紧地抱着他，小脸上满是紧张和担忧，还有浓浓的依赖。没事，你也吓死阿娘了，不该让你冒险的，差点出事。不会啊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小满笑得很开心，他是个有用的孩子，能帮助阿娘了，他非常的有成就感。温竹清哄了他一会儿，又去看看其他的孩子，幸好都无碍，这次收获不小，孩子们都平安无事，许县令也能够破案，和孩子们的家人有个交代。除了小满的亲人被灭了满门，这一切都挺好的。翌日一早，宋先生来拜访温大师，您看在哪儿见他？那过来吧。温姑娘，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呀。宋晨还是那个死样子，浑身没毛，说话阴阳怪气的。以后你想见我会更难的，毕竟我一直在进步，追求更高，你也就这样了。毕竟这么大年纪，该躺就躺平嘛，不用羡慕我们年轻人啊。宋晨深吸了一口气，才没有发飙。他后悔啊，就不该来见他，这不找着挨怼吗？宋太监，有事儿吗？是那种药，你还有吗？你以为是山里的野菜啊，随便就能找到的吗？真没了。提起这个我就来气，是一件悲伤的事情，被人偷走了。好，温姑娘这么厉害，谁能从你手里偷东西？你没听说过家贼难防的吗？跟你说了也没用，你既然已经得偿所愿，以后多做善事，还能得个善终。咱家这辈子是不可能做善事的，也不会呀。杀人放火倒是熟练，温姑娘帮了咱家，咱家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你家夫君最近少出门，京师最近不太平，小心有人不择手段。温大师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。能具体说说吗？我这个人啊，心眼直，你说的弯弯绕绕的我听不懂，我又不是宫里人，一肚子心眼。宋晨一噎，他可真是不见外。陈妃娘娘的儿子病重，几次死里逃生，广招天下能人异士。为了救他儿子，皇上心疼这个小儿子，由着他折腾。太医院都赐死3个御医了，钦天剑也没放过，想办法给皇子续命呢。我的眼线传来消息，小皇子这次不仅是身体不好，还有别的问题。哼，整个皇宫都因为这件事儿夹着尾巴做人呢。皇宫里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温姑娘是低估自己名声了。你现在在本县的名声比佛门都高，你不想真惹麻烦，可是有人不愿意放过你呢。谁呀？这个在下就无从告知了。你算做了件好事，以后有消息及时跟我讲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宋晨看了萧青言一眼，能单独跟你夫人说句话吗？萧青言点点头，起身离开了。咱家的宝贝虽说长出来了，可是不能用啊。温姑娘，温竹清一头的黑线，就跟看变态一样的看他。你多大年纪了，怎么还想着这等子事儿呢？宋大人啊，做人要知足的。你以前能想到自己还有做男人的一天吗？现在得偿所愿，你又想要雄风再起，下一次你是不是还想生儿育女，人生圆满啊？这个不行吗？你造了多少孽，自己不清楚吗？要是平时积德行善，或许还有可能。现在我告诉你，绝无可能。那好吧，老夫也死了这条心了。早该死心了，贪婪是毁灭的根源。你已经生了贪念，我也提醒你多加小心，别把唯一的运气给折腾没了。再有下一次，就算是仙丹也难帮你了。你也没有那么好的命，再能遇到
逆天的神药。我知道的，温姑娘所言极是。那宋某告辞了，温姑娘多加小心。慢走不送。宋晨摆了摆手，转身离开了。萧青言闪身出来，他并没有离开多远，也听到了他的话。这个死太监真是无耻，痴心妄想呢。哼，男人嘛，都痴心妄想。哼，说我不能共情啊？那件事真就这么重要吗？萧青言脸红。这个挺重要的，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自己这方面无能的，这是男人的基本尊严。哦，这样，我这儿有最好的补肾药，要是有谁有这方面的困扰，你来找我拿药，咱能捞个人情。要是拿出去卖的话，肯定也很赚钱的。你有没有兴趣发展新的业务啊？萧青言看他促狭的笑意，眼神沉了沉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想我永远不会用到这些东西。温竹清，他是在开车吗？哎呀，不跟你扯这个了，有点暧昧，咱们俩不适合聊这个。温竹清先撤了，萧青言目送他离开。温竹清洗漱出门，发现家里有一些安静，好奇地走到了前院，就看到大家都围在院子外面看什么稀罕物似的。看什么呢？是姑娘啊，那个客人找你的，我们去忙啦。温竹清已经看到了裴延川，温竹清黑着脸进去。阿青，早啊。不早了，该吃午饭了，家里没准备，你可以走了，反正你不吃饭也饿不死的。梁淑仪双眼呆滞，看着他都移不开眼。温竹清无语。淑仪，哈喇子流出来了，没见过男人是不是啊？要不给你尝一口？啊，没有啊，母亲，你又欺负人家，我回房间了。去吧，把魂收一收。荷尔蒙的荡漾我也懂，可别荡出去收不回来了，那就造孽了。我这个人啊，从小就招人喜欢，不管是长辈还是同窗，后来呢是同僚，遇到的小姐们人缘一直挺好的。你是第一个这么讨厌我的人。我不是讨厌你，是讨厌你带来的麻烦。你把我家大女儿的心都给勾走了，准备给我当女婿啊？这倒挺好啊，欠了你夫人的，当儿子来还了，孝顺我一辈子，什么恩怨也能消了。我不介意有你这么大的好大儿啊！你不用激怒我，我活了几百年了，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动容的。那你应该去当和尚啊，这份心静如水，说不定还能修成正果，去往西天，成就真佛呢。当过，要不然你以为我脾气怎么能这么好？只是我只能修佛理，不能修佛门功法，佛门一样解决不了我的问题。诅咒、巫术是世上最难以捉摸的术法，太神秘了。温竹清也不觉得自己能够帮他。你家挺好玩啊，孩子们都很可爱，我可以留下来住一段日子吗？温竹清刚想拒绝，想起朝廷的麻烦，又改了主意。行啊，不过你得有个合适的身份，在世俗也要遵循世俗的规矩。可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给孩子们做武师傅吧，你不是体修吗？教导孩子们骑射习武，这个没问题吧？行，你来安排吧。温家又多了一个客人。萧青言收到消息回来，先去拜访一下。先生好，孩子们能得你教导，在下特意来感谢的。不必客气，你要是想求教呢，我也不吝啬指点你。好，裴先生这么自信的吗？可以试试。裴延川伸出了一只手，萧青言试探一下，随即眼神凝重，加大了力道。裴延川却总是能够压他一头。裴先生好深厚的功力。你也不错，能在这个年纪练成这么深厚的内功。我年轻的时候不如你，不过呢，这男人呀，要不自身强大到让人畏惧，要不就得有无上的权势。你现在两样都没有，所以你想跟你夫人白头到老，挺难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呢，以后你会明白。以后你每日过来，我指点你，不出1年，这天下无人能是你的敌手。我想要的不是天下无敌。你不懂，肉身强大到一定程度，就是渡劫期也敢斗一斗。肉身成佛成圣的也不是没有，只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机缘。好，我跟你学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或许是因为我没有得到的，希望能看到你得偿所愿，能够圆满幸福吧。萧青言跟他有些像，都是武将，名门之后，娶的夫人都是意外进的家门，不是自己所愿。他想看看
萧青岩能不能与温竹清真的在一起，恩爱幸福，大家都在进步。人一忙起来呢，这时间就过得很快。午膳时分，门房来报，有个姑娘求见，说是大爷的朋友。姑娘要见见吗？姑娘，萧青岩的朋友，女的啊？是的，挺狼狈的，好像是逃难过来的。那赶紧请进来吧。温竹清也不吃饭了，好奇这位女性朋友是个什么来历。她虽然不吃醋，但是呢，也是萧青岩的原配啊，不会是以前的桃花找上来了吧？不得不说，温竹清真的是有点乌鸦嘴。那姑娘进来气势十足的。萧青岩呢？他出门了，你有事跟我说吧。你是谁？你也看到了，门匾上是温府，也就是说这是我家。我姓温，是萧青岩的原配娘子。萧青岩竟然娶亲了？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呢？你是不是应该先报一下你的身份啊？你不需要知道，我跟你说不着，我只见萧青岩。这样啊，那行，你可以出去了，我们要吃饭，不招待你了。来人，送客。姑娘，请吧。你好没礼数，就是这么待客的吗？我一个乡下村姑，没礼数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说的那不是废话吗？还有，你也不是我的客人，你想找萧青源，你找去啊，他怎么招待你我不管，在我这儿，你可不是什么客人。擦干净地板，给我弄脏了都。女子脸色涨红，活了这么久，第一次被人这么嫌弃。温竹清不搭理他，门房也被他无理的态度给激怒了，让人给撵出去。你就这么的铁石心肠？等你们男主人回来了，我让他把你们全部都给卖了。你想让咱怜香惜玉，你也得配呀，脏了吧唧臭烘烘的，我眼瞎呀？怜惜你要是真遇难了，好好说话，我们家姑娘也是善良之人，会给你口饭吃的，能帮就帮帮你。哼，就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，跑人家家里边装个人物似的，要不看你是个女的，老子把你丢出村去。被一个门房给羞辱，女子气得差点没晕过去。还是等萧公子回来再说吧，他们不知道小姐的身份，别跟这些个人一般见识了。女子这才消了气，又困又饿，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门房怕她着凉生病，自家还得赔药，就用稻草把人给盖上保暖。只是女子觉得暖和，下意识的呢就想要更多的温暖，把自己蜷缩进去，睡得更香了。这就导致了墙角只看到一堆稻草，根本就看不到人。等到门房换了岗，早忘了这事儿了，温竹清也给忘到了脑后。萧青岩回来，温竹清才想起来，有个女的来找你，喊你萧青岩，你的身份是不是暴露了？这女的看样子跟你关系匪浅呢，你自己处理好了，安置在外面也行，只是别舞到我面前来，否则后果自负啊。女的？谁啊？不可能，我根本没有很熟悉的女子，还能找到这儿来。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，你外面的狗还得我养着吗？温竹清给了他一个白眼。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萧青岩冷着个脸出去找人，刚出门就遇到了沈南义。画兰呢？画兰？你那个未婚妻？你来问我？开什么玩笑啊，我哪知道啊。你少装了，他已经知道一些事情，离家出走，不是来找你，能去哪儿？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我又不是他爹，还能管着他死活呀？你让开，我还有事儿，没时间跟你磨叽。我的人追查到他今天进了村子，肯定是你把人藏起来了。萧青岩，你到现在还不敢承认吗？我不懂你说什么，别挡路。萧青岩不会承认，哪怕村里的狗都知道他不是梁正远，可只要他不承认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呀！我要进去看看，你想走，除非打得过我。温竹清过来，沈侯爷，天这么晚了，来我家蹭饭啊？温姑娘，我的未婚妻是不是在你家？这个真没有，你要是找一个女人的话，今天来了个和乞丐一样的女人，颐指气使，脑子有病的样子，我给轰走了。至于现在去哪儿了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我也不是他娘，还管他死活的吗？这两个人说话都是一样的。沈南义知道他不会撒谎。打扰了，慢走，不送。沈南义来得快，走得也快。萧青岩有一些心虚，解释道：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女人来找我做什么，我很早就去军营，3年回来一次，跟京师这些小姐们接触不多的。我知道，是那女的有病。确实。夫妻俩说开了就一块去吃晚饭，温馨的一顿饭再次被沈南义给打乱了。他找遍了整个村子，最终还是一个随从差点被绊了一跤，还以为遇到什么脏东西了呢，结果是发烧昏迷的画兰郡主。
沈南义是气怒交加，怎么能够把人丢外面就不管了呢？亲自抱着他就闯了进来。姓沈的，你什么意思？懂不懂礼数？我不管你到底是谁，可你这么对一个女孩子，未免太过分了。这么冷的天，把人冻坏了，你这就这么狠心吗？就算是个陌生人，你做好事不是应该的吗？他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都说了，我跟他不熟，谁知道他抱着什么目的来的？对陌生人我肯定能帮助的，可是来给我添麻烦的，我给丢出去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们这吃饭呢，打扰别人吃饭，你跟这个女的一样不懂礼貌。恕我家不欢迎你们。姓梁的，这事儿没完。沈南义离开，去梁礼正家里借了厨房和房间，一行人就安顿在了梁礼正的家里。一夜辗转，又被人给吵醒了。温竹清一肚子的起床气，出门喝道：“谁在吵吵？想死啊！扰人清梦是犯罪的，懂不懂啊？”温姑娘，你有急冲我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求你救救华兰，她真的不好了，大夫说会烧成傻子的。那不是正好，傻了也就消停了。你不是想要他的人吗？成全你了，傻子才会听话。温姑娘，你何必如此刻薄？我都如此求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么难缠的女子。哼，今日你就见到了，我让你开开眼。你不服来咬我，我没看到你多么诚恳的求我，只看到你道德绑架、高傲、不懂礼貌。我就是不爽你，就想刁难你，你要如何？看他都想动手了，沈南义这才冷静了一些。温姑娘，是在下救人心切，是在下的错，在下给你赔不是了。我不接受，不原谅，你可以走了。你要怎么样才肯救华兰？你的诚意不够。沈南义深深地看他一眼，突然就单膝下跪。我求你了，这样可以吗？侯爷，使不得，你怎么能给他一个女人下跪呢？侯爷，他欺人太甚，属下调兵围了他们村子，他敢不答应就杀一个人，咱们不好过，谁都比咱好过了。都闭嘴，这个是我的家务事，你们无需多言。真是感人肺腑啊！你的属下忠心耿耿，主辱臣死的都是好狗。不过呢，你们恨错了人。我是见死不救，看着可恶。可是你们不想想，因为谁逼得你们主子下跪求人的？不是我，我医术高超，跪着求我不丢人，是因为你们的好主母啊，她任性妄为，自己倒霉还连累别人。这种女人脑子有大病，你们主子娶了她，以后会有更多屈辱的事情等着她呢。属下们对视一眼，好像还真是这样。华兰郡主这个时候过来找萧公子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主子的脸面往哪儿放啊？华兰只是年轻单纯，她本性不坏，别这么说她。这样的话，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，好像都喜欢这么帮人开脱。本性坏不坏的我不在意，我只在意他对我的态度，对我礼不礼貌。如此骄纵任性，可不是单纯吗？单纯的自私，只顾自己，不管亲人们担不担心。沈南义无话可说，温竹清洗漱了，也吃了早饭，这才去看望华兰郡主。不喜欢他来自己家，直接去梁礼正家里面看诊。周大夫也在呢，他是镇子上最厉害的大夫了。温姑娘，这个病人比较棘手，高烧不退，人也昏迷了。我开了药，吃了一副不见效，你来看看吧。温竹清给他把脉，确实糟糕，多日的担惊受怕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寒凉入体，昨儿个又在外面睡着了，加剧了病情恶化。我先给他针灸，激发他自身的抵抗力。现在他的情况是自身的营卫停止了，看似是保护身体，阻止病情恶化，却也让他的身体运营停滞了，药石无效。老夫明白了。周大夫懂了，让人出去，给温竹清留下了空间来针灸。厨房一直熬着药，温竹清收了针，让沈南义过来喂药，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温竹清刚刚休息一会儿，传音符震动，是吴玉秀的声音。温姐姐，秘境要开了，你快点来啊！知道了，半个时辰就到。温竹清找来了裴延川，交代他照顾家里，就要离开。你真是没把我当外人啊！我当武师傅还得给你照顾家。你不是欠我的吗？活着也不能白活呀，创造点价值，别虚度了时光。这是给自己攒功德，说不定哪天你功德足够了，诅咒不攻自破了呢。
温竹清使唤他那是一点的负担都没有。谁让你总把自个儿当做他前世的夫人呢？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，你该感激才是啊。裴延川真的确定这绝对不是他夫人，他夫人没有这么厚的脸皮。温竹清白了他一眼，交代孩子们听话，回房间就用传送阵离开了。大门敞开着，裴延川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，对面却是有着无数的士兵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，只等上面一声令下，这些个士兵就会冲上来，把裴延川给剁成肉酱。好大的阵势啊，这么多的人呢，可吓死个人了哟。裴先生，怎么个情况？我就知道你们没那么容易死的，果然我的直觉没错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这群人不用在意的。温竹清一向心大，没想到这位的心更大。这么多人围住了自己家，你竟然说不用在意。沈南义瞳孔收缩，还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萧青言果然没有那么容易死，他果然还活着。皇上有旨，捉拿在逃的公主皇子。这个男人不肯遵旨，我们只好亲自动手了。之前说你死了，我还有些不大相信。果然，萧将军没那么容易死。以前那么多死局你都闯过来了，恭喜恭喜了。沈南义，你当皇家的狗我不反对，可是别掺和皇家的事儿。你趁人之危对付我家孩子，今日不教训你，你还真以为你能踩着我一头了？萧将军今非昔比，我们是青天剑的，你的实力已经超出了凡人的范畴，由我们青天剑接手了。青天剑很了不起的吗？王对王，将对将，他就算是实力强盛，也还是凡人。你们修行中人对付他，可就坏了规矩了。你们想接手，也得问问我答不答应。你们的对手是我。文道友，久仰。我呸！谁稀罕你们久仰？这就是你们的礼数，都打到我家门口来了。下一步是不是要拆了我的宅子？文道友误会了，青天剑不会干涉朝政，只是解决超出寻常的灵异案子。今日来并非针对温道友，反而想邀请温道友加入我青天剑。我们剑正很看好温道友。哼，你们青天剑请人的方式还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啊。那我要是不答应，是不是就该把我就地正法了呢？就是，打不过就想拉拢我们阿青。你长得那么丑，想的倒是美呢。文道友，青天剑是带着诚意的，我们背后是龙虎山，你连龙虎山的面子都不给吗？哦，我好怕呀。你们能代表龙虎山的吗？当然能。不瞒你说，天阴派已经有人告你的状，残害正道同门。这次我们就是来抓你的同伙，你要是识趣儿，那件事儿我们龙虎山就替你扛下了。我还挺荣幸能让龙虎山这么优待，不过很抱歉，我温竹清自由散漫惯了，受不得约束，就怕进了你们龙虎山反而把师傅给气死了。为了你们好，就别想着拉我进去了，让我进山不知道谁倒霉呢。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呀。就是，阿青祸害起来比鸟儿都厉害，山门不想要了吗？闭嘴，我哪有那么差？这个温竹清可不认同，他顶多是不守规矩了一些，倒也不会拆了人家的山门。这两个人都有一些拿不定主意，这个温竹清比他们想的更加的桀骜，他们做不了主。回去吧，放弃吧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不好吗？那好，此事我们会跟师尊禀告。不过文道友，你可不能对世俗凡人下手，否则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理的。明白，你们都动手，我也保证不动手。一个萧青言就已经足够了，更别说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裴延川。不需要我们阿青出手了。阿言，该你了，到你表现的时候了。萧青言无语，这说的好像自己和阿青是他的兵一样，由着他来指挥，需要他多这个嘴吗？温竹清退后，让萧青言来对付，蹲在裴延川的身边。这怎么个情况？是不是你招来的？怪我了，他们非要抢走孩子，我帮你挡下来，你不是应该感激我吗？多谢，非常感谢。孩子们呢？小帆带着藏进深山里了。多谢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了。你可记着了，我不能白辛苦。其实我打算杀了这些人，直接上京师，跟皇帝好好谈一谈。别让他送人头了，我杀人也很累的。说到底还是皇帝的错，皇家无亲情，托生皇家，说不上是幸运还是不幸。当然是不幸了，
皇家有几个好过的？英雄所见略同啊。萧将军，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皇上开恩，只要你把公主和皇子还回去，给你特赦，不会追究你的责任。你赶快跪谢皇恩吧。沈南义，以前你还挺聪明的，怎么当了几天走狗，脑子当没了？我要是稀罕他的特赦，就不会留在这儿了。他现在知道要孩子了，当初把欧姐打入冷宫，害我萧家满门，是他一句特赦就没事的吗？我萧家全族的命谁来赔？想带走公主和皇子，除非还我萧家清白。你沈南义最清楚，我萧家到底有没有罪。将军，我一直很崇拜你，也很感激你，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一切。可是有些事儿你是真的不知道，那些证据并非是假的。我承认我背叛了你，可是作为臣子，我没错，我忠于皇上，这个是臣子的本分。萧青言蹙眉，证据不假，那就是萧家真的有人与外族勾结，是谁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阿姐还在冷宫，萧家其他人总是无辜的，皇上做的太过分了。你要造反吗？那又如何？都是他逼我的，我已经退让的足够多了，他不给我活路，还想我以命救路的吗？我萧青言可以死，可是孩子们不能死，萧家的冤屈谁来申诉？沈南义，劝你退下，就是再来几倍的人手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沈南义看了裴延川一眼，我知道，那个男人太强大，令人绝望。他杀了很多人，也懂战阵兵法，有这样的帮手在，你造反也不难。今日我先撤走，等皇上的旨意。萧青言并没有阻拦他们，目送他们走远。他们还会再来吗？肯定会的，你放心吧，我能应付。先把孩子们接回来，一时半会儿朝廷不会来的。裴延川打出了一个信号，岳千帆看到就会带着人回来了。1个时辰之后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的，老天不能这么残忍。阿娘，我可想阿娘了，他们都说阿娘没了，我不信。哎呦，不哭啊，都是大孩子了，谁还哭鼻子？你这么想就对了，阿娘本事大着呢，不会没了的，还要陪着咱们小欧长大，看你娶媳妇儿呢。我给阿娘娶好多媳妇，都来孝顺阿娘。跟梁书山学的，娶媳妇儿是为了孝顺娘。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咱们家的新成员玄凤小朋友，他叫温玄，是一只公的鸟。大家好呀，请叫我阿玄，谢谢，也可以叫我玄哥，以后玄哥罩着你们。好漂亮啊，还会说话呢。你是鹦鹉吗？不对，鹦鹉是绿的，比鹦鹉漂亮。怎么看是公的母的？你有小鸡鸡吗？你就这么点儿，那小鸡鸡该多小？有米粒那么大吗？那不能够，米粒也太小了，怎么也得有黄豆大，是不是啊？要不咱们扒开来看一看？梁书山，你好邪恶，竟然想看鸟儿的隐私！哼，你是不是要我把你的私房钱给找出来呀？你别瞎说啊！我哪有私房钱？等着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温玄飞进了屋子里，扒拉开梁书山的衣柜，从最底下衔出了一个包裹来，还挺重的，起码得有个20多两银子呢。还给我！你这个死鸟，你怎么知道我藏的钱啊？温玄吧嗒一下把小包裹丢在地上，很悲伤的流泪了。我是死鸟，是啊，我已经死了的。哼，玄凤死的好惨呀，他们还把我尸身给分了，我的内丹也没了。好疼。孩子们都傻眼了，他哭得好伤心呢，真的死了。好了，不哭了，阿青给你报仇啊！谁杀了你？我灭了他们全族，找回你失去的一切，好不好？时间太久了，我忘了。让我想想。温玄的注意力转移得很快，要不是被说了一句死鸟，那也想不起来自个儿是怎么死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说你的。我也想帮你报仇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我们都帮你，你别哭了。温玄也觉得不好意思，活了多少年的鸟了，还要孩子来安慰。梁书山都把自己的私房银子送他了。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买回来。这是我攒着娶媳妇儿的彩礼钱呢，先给你用吧。真的吗？
你这可不行，娶媳妇儿能花多少钱啊？真正有本事的男人是要倒贴的，吃软饭才是男人的最高境界。比如你们阿爹。被点名的萧清言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，孩子们笑起来，这个话题就算是过去了。温竹清却记在了心里，谁害死了阿玄，这个仇那一定得报。温玄迅速和孩子们混熟了，包括村里的孩子们都稀罕温玄，这么漂亮还会说话的神鸟，那真的是太好玩了。村里人也很好奇，都围着看热闹。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温玄竟然能够喊出他们的名字来，甚至还能说一些八卦秘闻，简直跟人一样。温姑娘养的鸟都这么的不凡呢。温竹清则是跟萧清言、裴延川关起门来议事。朝廷突然派了大军过来，彻底撕破了脸，他们得商议出应对之策。其实这事儿吧，也怪我杀了一个太监，光头老太监。什么？你把宋晨给杀了？哎呦，我该佩服您本事大，还是该怪你坏事呢？不过宋晨也确实该杀，这个人手上沾满了无数血债，让他活着都是报应没到时候呢。就凭着宋晨杀了村里人，温竹清都没打算让他活着离开县城。不过不能死在这儿，没法交代呀，这不就惹来了朝廷大军了吗？当初魏千燕、朱熹中那些个太监都没杀，就是担心惊动了朝廷。这人可真行啊，是真会添乱。这不能怪我啊，那个太监来村里找你，可是他竟然欺负村里的姑娘，你说我能忍吗？老东西畜生不如，他自己不行，就让底下的人轮番欺侮女孩子，不杀他们留着过年呀。尸首我都没留，太恶心，丢山里喂狼了。你说的对，他确实该死，没有宋晨的死，是南一也不会放过的，这是迟早要面对的事情。咱们就说以后该怎么办吧，过去的都过去了。你说的还算有理，怎么办？朝廷要孩子干嘛？总不会良心发现想孩子了吧？我觉得其中还有事儿，只是缺少情报，现在弄不清朝廷的用意，不好下决断。不过呢，来了就打回去，打怕了打疼了，他们就会换个方式来跟咱们谈。不管怎么样，主动权要拿在手里的。这个说的可太对了，两人都赞同。我们既然已经和朝廷撕破脸了，就要有自己的人手。现在各地都遭了灾害，是最好的时机。我打算招募自己的私兵。可以啊，咱们有粮食，还有福州的铺子，有钱有粮，就差人了。你看着去办吧。这些都是你的，我一直说给你最好的生活，可是总需要你来帮我。我也是为了孩子们，不是为了你。朝廷的兵马你来应付，青天监和龙虎山交给我和裴先生了。你倒是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我好歹也是大将军，练兵布阵也很厉害，我觉得我帮萧清言更好。就是因为你厉害，你俩才不能搭档啊！没有听说过一山不容二虎吗？除非你变成女的，还能让萧清言喜欢，一公一母，这事儿才能成。萧清言憋着笑，阿青说的有道理。裴延川也被对得愣住了，硬是没想出反驳的话来。夜深了，萧清言还要去召见他的属下，了解外面的情况，有点忙。温竹清也没闲着，取出了传音符和吴玉秀他们联系。不出意料，吴玉秀兴奋的尖叫吵得温竹清耳朵都疼了，心中也是一阵的暖意。聊了一会儿，温竹清也累了，吴玉秀放过他，让他早点休息。温竹清刚睡下，吴玉秀就通知了所有人，温姐姐还活着呢，已经出了秘境，大家都不用担心了。消息传得很快，英指哥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半夜。温竹清是被敲门的声音给惊醒的。殷前辈，哎呦，这么晚你怎么会来？快请进。温竹清打开门，把人给请进来，没注意到萧清言也过来了。怎么不进去守着点儿？你就看他跟别的男人半夜私会？这个姓殷的我也知道，实力不错，是个少见的天之骄子。你呀，跟人家没得比。萧清言翻了一个白眼，这人怎么哪儿都少不了他。殷指哥是什么人，他不清楚啊。修行中人不拘小节，他要是这都能吃醋，哪能够配得上阿青啊？你这是小人之心了。殷前辈对阿青跟晚辈一样，帮了我们很多，肯定是听说阿青回来了来看他的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不过我也要过去打个招呼的，你要跟着吗？这必须的，你大方我还不大方呢。我总觉得这个殷指哥没安好心。你想想，谁家前辈对晚辈这么关心啊？修行界那么多人，
就他来得快，这就很不正常。阿言呀，你可长点心吧。萧青言还真就被他说的心里怪忐忑的，眼里多了一抹沉思。就算是现在没事儿，以后呢？时间长了，总是关怀备至，女人都心软呀。说不定什么时候擦出点火花来，咱们俩后悔都迟了呢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别扯淡了。你俩说过了没有？要不进来，要不回自己房间。大半夜的，赏月亮吗？脸黑如墨。你们说话能小声点吗？啊？该听到的不该听到的都听到了，不知道修行中人五感敏锐，都能听见呢。我给殷前辈送一壶茶，想进去的，被他拉着说些有的没的。阿青，你别生气啊，殷前辈别介意啊。裴延川都气笑了，这人可真是不知好人心，转手就把自个儿给卖了。两人一起进去，殷芷哥淡漠高冷，反而看得他们俩心虚了。啊，殷前辈好。殷道友，在下裴延川，久仰久仰。知道你做事儿挺合我心意的，天鹰派那群废物早就该弄死了。你做了我想做的事儿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以后有需要随时来找我，这天下少有阴谋摆不平的事儿。阿青啊，给他一张传音符。啊，好的，裴先生，请收下。哼，行，我收下了。殷道友的人情可是很值钱的，多谢了。天鹰派贼心不死，竟然去龙虎山告状，真是恶人先告状，简直是无耻之极。我们不能看着他们歪曲事实。裴先生是当事人，不如跟我一起去一趟龙虎山，骂死那些不要脸的。裴先生意下如何？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，不让天鹰派和龙虎山欺负你。从根源上解决麻烦，不让天鹰派的人过来招惹温竹清，真的是一个贴心的好前辈啊。辛苦裴先生了，真的很感谢你帮我报仇，真的感恩戴德，铭记在心，来日定当报答您的恩情。裴延川还能怎么办呢？行，我跟你去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走吧。不休息一会儿吗？这天还黑呢。修行中人哪有日夜之分呢？你放心，我带着你，不用你辛苦。我们走了，温姑娘，你休息吧。这太匆忙了，不着急这一时吧。迟了怕天鹰派的人离开，既然是对峙，就得当面说清楚了。龙虎山想偏袒，我们九阳宫可不答应。茶水都还没喝一碗，阿青心里过意不去呢。回来喝吧，裴先生，请。好，我们这就去。殷道友雷厉风行，理应如此。笑得比哭还难看呢。两人就目送他们离开，对着事宜都有一些无奈。你说殷前辈是不是跟裴延川不对付啊？我怎么觉得他眼神里有杀意呢？裴先生这个人吧，哪儿都挺好，就是一张嘴有时没把门，说的话挺不让人爱听的。殷前辈这个人吧，我行我素，你让我不开心，我去搞你，就这么简单了。不过你也放心吧，裴先生厉害着呢，天下无敌，又是不死之身，他不是想求死的吗？这也是个机会。也是，只希望他真的要死的时候不会后悔啊！我也睡了，你回去吧。好，休息吧。萧青言挺高兴的，一下子走了俩，他终于是有了一点当家男主人的感觉了。一日一早，阿娘，我听到一些事儿，想要跟你说，不过你也别怪阿爹，有些事情不是他吩咐的，是那些人对阿娘有意见，自作主张。啊，你说，阿娘会判断。小满五感敏锐，又是孩子，那些人说话呢也没有特意的避开他。小满又是个有心眼的，听了很多的事情，肯定是要告诉温竹清的，不能够让阿娘被他们给欺瞒了。钱财的事儿，温竹清是不在意的，却并不表示愿意被人给当成傻子。吃完了饭，温竹清就问萧青言：“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没问过香皂作坊的账目，今儿没事儿拿来我看看呗。”行。萧青言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，最近咱们一直在一起，我能瞒着你什么呀？好，我相信你。萧青言松了一口气，难道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吗？程勇与幕僚萧剑过来找他。你们来的正好，阿勇，去把账本都拿来，阿青要过目。程勇没什么，他不管账目，只管生产上的事儿。倒是萧剑心里面咯噔一下，温姑娘怎么突然想起查账了？我不能查了吗？这个作坊是我的点子，我出钱修建的，虽说交给萧青言打理，却是我的产业呀。
我查自己产业的账目不应该吗？应该，当然是应该的。在下也没有别的意思，这不是担心姑娘累着了。账目繁琐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查清的。没事儿，慢慢查呗。家里这么多人呢，正好教教他们怎么管账，别哪天被底下的人搬空了家底儿，还蒙在鼓里呢。这年头，除了自己，谁都不可信的。温姑娘，你跟大爷是夫妻啊，这夫妻之间还是要互相帮助，无需计较那么多，一家子才能和睦兴盛。你这么说，我可不赞同啊。和这一家子和睦是建立在我的不计较上，我要是计较了，这个家是不是得散了？萧青言也看出了萧剑的不对劲儿。萧先生，我家的事不用你费心，我能处理好，你帮我打理好外面的事情就行了。去拿账本吧，你跟我来书房。好吧。萧剑跟着他离开，给程勇使了一个眼色。程勇有一些莫名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温竹清吩咐崔三娘，你派几个婆子跟着他去吧，以防他做手脚。崔三娘明白，派了得力信服的婆子，很快就把账本给取了过来。崔三娘也是管家的一把好手，温竹清交给她来查看这些个账目，这一查就是2天。做账目的是高手，不过做得仓促了些，给他一些时间，我都查不出来呢。哼，这就有意思了。查出什么来了？作坊和薛少爷合作，日夜不停的生产，销量一直很不错的。短短几个月，就已经有123480两的银子的收入，这可是净收入，除掉一切开支，还有薛少爷分走的钱。现在还剩下多少？不到1万两。还不错，给我剩下点儿，没有都给搂干净了。或许是因为你回来的太快了，没来得及弄走。只是我也不太明白，为什么要弄一套账目出来，糊弄谁呢？问问不就行了吗？来人啊，大爷去哪儿了？让他来见我。阿青啊，你找我，什么事儿啊？大爷，作坊里的账目不对，银子几乎都被卷走了，只剩下不到1万两。你要是有别的用处，可以跟姑娘讲的，我们也好心里有数。这不可能，我没有让人卷走银子呀，我也没什么地方用钱的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所以找你来问问清楚啊。你没有卷走银子，那就是别人了。那个萧幕僚什么来历？可信吗？还有你手下的人，你确定还和以前一样忠心于你吗？萧幕僚在我家20多年了，是我父亲救下的一个县令，一直辅佐我们家，自然是可信的。我手下的人也是跟随我家族多年，几代人都效忠我们家的，不可能背叛。你说的是萧家，而不是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效忠的是萧家，而不是我？是的，很早我就觉得你那些属下不太对劲儿，对你是恭敬，却少了一些，说不上来的感觉，好像你只是不懂事的孩子，尊敬你，却不一定会赞同你的命令。他们少了一种上令下效的服从感，就是你吩咐一句，他们不需要思考就去办事，反而会想你的命令对不对，这就不行了。这就能解释这一套假的账目是为了糊弄谁了，是他这个主子，人家根本就没把温竹清放在眼里。这个钱就算是他赚的，出嫁从夫，那就该是萧青言的，跟他没关系了。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是可信的，竟然骗我，可是为什么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这是你们萧家的事儿，我上哪知道啊？我一个小村姑能接触到你们这种王府门第吗？你也太高看我了。你在我心里可不是村姑，以后别说这样的话，我不爱听。不爱听堵上耳朵，我还需要哄着你的吗？还是搞清楚我的钱去哪儿了吧，这是你的责任，找不回来唯你是问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回来。这是阿青的嫁妆，是你的钱。你确定萧家只有你活着吗？会不会还有别的萧家人跟你分权？这些人都被人家收买了，把你当猴耍呢？不可能啊，就算是有别人，谁能越过我？我们这样的家族都注重传承，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家业，身份最尊贵的。说句难听话，哪怕我平庸无能，只要我站着嫡长，底下人都会效忠于我。明白，你忙去吧，小心身边人了。我知道了。他刚要走，温竹清的传讯符就响了，是薛不凡的。温姑娘，萧大哥在吗？来了几个人，说是要调走他这边的流动银子，有多少要多少，
这事儿可不寻常啊！这么多银子，他做什么用啊？我没有吩咐人去调动银子呀，来人怎么证明是我的人？他们有你的印鉴，还有信物，我要不是有传音符，肯定信了他们了。都是你交代过的信物啊！你问清楚他叫什么名字，为何会有我的信物？薛少，没有我发话，1两银子都不能给他。还有，我之前安排的人手你也多小心了，现在我这儿出了点事儿，谁都不能信，你懂吗？懂了，有人冒充你呗。怪不得前些日子你的那些人一直打听咱们的核心技术，还有进货渠道，幸好这些都是我掌握的，没有泄露出去。那你可小心了，以防他们狗急跳墙，刑讯逼供，抓你审问。啊？不至于吧？难说，小心没错。那温姑娘，你给我派个保镖呗，说的我怪害怕的。我暂时也没合适的人，不过你放心，真的出事儿，我用传送阵过去，没啥问题。啊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让萧兄别生气，仔细查查，谁还没有被底下背叛的时候啊？很正常啊。可多谢你安慰了，就这样吧，别浪费灵气了。哎，好嘞。薛不凡马上掐掉，万一没灵气，真的有危险，发不出求救信号，他不得死定了。萧青言脸色阴沉的难看，到底是谁啊？我先过去了。阿青，你真的不管了吗？怎么管？管不了啊，放心吧，他没事的。也是，男人这点困难都扛不住，也是废物一个，留着也没用，不如换一个。你的岳千帆就是如此的吗？不行了就换一个。我们当然不会啊，我可没有阿青你这么厉害，你又不是寻常女子，我们这些可怜人只能从一而终了，守着一个死鬼了。格局打开点儿，既然是死鬼了，多找几个也没什么呀，毕竟人活着还是想要热乎乎的男人。岳千帆只好过来，黑着个脸说道：别教坏我家夫人了，夫人，咱们回去，以后少跟他聊些不三不四的。崔三娘小媳妇儿一样的跟他走了，一点都不硬气。温竹清没能看成好戏，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。萧青言还没查清楚底下到底是谁忠心谁奸诈，幕僚萧剑就失踪了。萧青言过来求助温竹清，先找到萧剑才能够查清楚幕后的主使啊。萧幕僚也住了不少的日子，温竹清让人从他的房间里面找到了几根头发，还有贴身用过的物品，用了追踪符。这一追不要紧，竟然都已经离开数百里远了。这位萧先生跑得还真够远的呀，要抓回来吗？肯定得抓呀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在家守着，裴延川也不在，家里不能离开人。温竹清自己去，速度很快，不过1刻钟的时间就追到了萧剑的气息。走到院子的门口，温竹清有礼貌地敲了敲门，里面还问暗号呢。温竹清叹息，想做个淑女看来是不行了，一脚就把门给踹飞了。什么人？是你？真就挺奇怪的呀，温竹清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的熟人呢。哎，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别以为你认识我，我就不会杀你了。你们敢偷我的钱，就该知道下场如何吧。那人不吭声，温竹清同样定住他，走进了宅子里。萧剑从书房走出来，他身边还跟着一个中年人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温竹清。温姑娘，你来的倒是挺快的。不如萧先生你跑得快啊，你也知道做了亏心事儿了呢。是你主动交代，还是我逼着你说？好大的口气，黄毛丫头，别以为修炼几天真的把自己当成绝世高人了，先过了老夫这一关，让老夫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。还有修行者护道啊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只是你能看出我的修为吗？你能有什么修为啊？老夫需要看吗？实在是他看不透，就觉得温竹清没什么修为，或许是刚刚入门，没有露出修行者的气势来。毕竟他才16岁，刚修炼不到1年，就算从娘胎里就开始练，他能有多厉害啊？真人可不能大意，他真很厉害的。放心，老夫会保你无碍。你觉得老夫会被一个黄毛丫头给吓住吗？中年人这么自信，萧剑也没办法继续劝了。本真人让你先出手，别说本真人欺负女人了。听得萧剑转身就想跑，这人不是在找死吗？你敢走一个试试，信不信我先劈死你，
囚禁你的灵魂。审问死人比活人更容易些，我不想刑讯逼供，弄得血呼啦的。看你这小身板儿，一不小心还是得挂，不如直接审问灵魂好了。温姑娘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你抓我也没用啊。我知道，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事情要一件一件的做。我先挖出你知道的，再说下一步，这是流程。不要教我做事，还是想想你怎么能死得痛快点儿。给你考虑的机会，你要是真的忠心你真正的主子，可以现在就自杀。萧剑无语，好像也没用。你都能抽走灵魂，那死了不是白死吗？小丫头，你还是想想你怎么求饶吧。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本真人勉强宠幸你，留着你做个炉鼎，也是你的福气。温竹清一听这个，瞬间暴怒，这个人竟然做出这种恶心的事儿来，真的是道貌岸然，伪君子一个。行，如你所愿，我会把你做成炉子的，让你知道做炉子的快乐。温竹清都没怎么动用灵力，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巴掌，中年人淡笑着随手应对。这是还没有等他笑容绽放呢，原本轻飘飘的力道陡然就变成了狂风暴雨，狠狠地把他给拍飞了出去。温竹清既然动手，那就不跟他逼逼了，追进去又是一巴掌。你住手，咱们重新讲条件啊。我只跟手下败将讲条件，因为他们会无条件的服从我，省事。我认输。我不听。这可怎么说呀？你不听，他可怎么办呢？想让姑奶奶做炉鼎，哼，先把你的脑壳撬下来做酒杯啊！温竹清又是几拳，把他五脏六腑都给砸出来了，之后把这男的给上下扒光了，只留了一条底裤。主要是太恶心了，否则连底裤都不带给他留的。好东西还真是不少。你敢抢我的东西，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死到临头还敢威胁老娘？是你先来惹我的，我还死定了。你来杀我呀，看看谁先死。哼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得罪的是什么人。什么人？宗门中人啊，还是龙虎山的，还是魔门妖修？那你肯定是个恶心的老鼠。你猖狂！我来自江族。不知道，管你什么江族葱族的，你非死不可。江族是尹氏家族，传承数千年，那些宗门不过是江族在外面收集物资的下人而已。你放了我，我保证将来不找你复仇。你修行天赋不错，我可以让你进入江族做个门客弟子。温灼清摸着下巴，听着好像好厉害呀。你敢杀我，江族是不会放过你的，还有你的家人族人，都要为你的任性陪葬。温灼清并没有害怕，反而更加坚定了要杀他的决心。不过呢，不是在这儿。他假装害怕的样子说道：那行，你发誓不得报复我和我的家人族人，用你的心魔发誓。好，我发誓。中年人发了誓。温灼清又问他：这些东西送你了，算是赔礼。哼，大气。早这么懂事儿，我也不能动手啊。中年人面皮抽动，想笑都笑不出来，不过眼底暗藏杀意。今日之耻辱，他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他是不能动手啊，但是可以找同门中人，誓言那都是有漏洞的。两人各怀心思，温灼清放过了他，去找萧剑。他刚刚逃出后门，就被温灼清给抓回来了。温姑娘，你大人大量，放我一马。我真的只是个小卒子，也是奉命行事。你是未来萧家少夫人，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萧家。等将来你会知道我们都是一路人，不应该是敌人的。我不管你们什么计划，也不管将来，我只知道你现在贪慕我的钱，卷走我的家产，背叛了我的男人。你说这些没用，不如说些让我感兴趣的事情，比如你幕后的主子。我真不能说，我会死的。那你现在就得死。萧剑无奈，这女的油盐不进，真的是太难对付了。温灼清抓着萧剑就要回去，慢慢的审问：堂兄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除了萧青云，还有几个护卫，其中一个个子格外的高大，眼底带着杀意。你见过我，还认识我？怎么会呢？这个是我的护卫，樊勇樊护卫，他一直护送我保护我的，怎么可能见过嫂子呢？萧青言站在温灼清的身边，相信他的判断。
对这个樊勇也是有所耳闻。我知道你隐卫的人，尤其擅长骑射，你是父亲身边的人，怎么会在这里？少主，主公当初派我们兵分几路营救家里人，在下是营救萧三爷这一队的，一直跟着三少。营救萧青言的也有不少人，不过追杀他的也很多，为了保护他，大部分都牺牲了。不对的，你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我。你对我有杀意，甚至观察我的身手，想找出我的弱点，对不对？我是修行中人，五感最是敏锐了，只要我想，方圆5里外的动静都瞒不过我的眼睛。姑娘误会了，在下没有。温竹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我记住你了，没有最好，毕竟想一想不是什么错，但是最好别动手。我可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敢对我起杀意，我都会让他变成死人。在下不敢。萧青云面带不快，温竹清这是不给自个儿面子，小题大做呢。哎呀，他有不对的地方，我让他给堂嫂赔罪。堂嫂大人有大量，别介意啊。别攀亲戚，我跟你不熟，也不是大人，没有大量。我就是个心眼小的女子，谁惹我，我就杀谁。萧青云笑容僵硬，这招直拳打得他真是没法接了。哼，你的亲戚你招待，别来烦我。萧青言也记住樊勇了。阿青说他有杀意，那肯定没错。樊勇是憋着一肚子的火，他就多看2眼。这女的不依不饶，果然不是个好脾气的，不够贤惠大度，不配做他们的少主夫人。樊护卫是吧？来切磋2招。萧青言竟然跟他动手，樊勇下意识地看了萧青云一眼，竟然是以他为主。三堂弟好手段，我父亲的隐卫都给笼络了，我那么多的暗线都背叛，看来是有了新主子呢。哎呀，堂兄，你可别这么说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咱们可不能起内讧，都是为了萧家，分什么你我呀？长幼尊卑还是要的，我才是萧家的少主，你只是二房庶出，跟我不分你我，可真是好笑。你今日来，不会是来显摆你撬走我多少人的吧？萧青言本来挺高兴的，萧家被灭族，能有个族人也是个惊喜，没想到事情超出他想象，突然觉得自己对很多的事情都不了解，像个傻子一样。萧青云一脸阴沉难看，原本挺好的局面，没想到因为温竹清的挑唆，这事儿啊就僵持到这儿了。他不怪樊勇，只怪温竹清不懂事儿，一点没有当家少奶奶的宽容和大度。堂兄教训的对，是弟弟越矩了。樊勇，还不赶紧给堂兄赔罪？卑职冒犯少主夫人，冒犯少主，敬少主恕罪。萧青言的心情并没有多么的轻松，他是因为萧青云才赔罪的，还是没把自己当成是萧家的少主。无需如此，我也不是小气苛责下属的人。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切磋一下的吗？来吧，让我看看隐卫第一高手的厉害。少主，拳脚无眼，卑职练的都是杀人技，万一误伤了少主，可就是卑职的不是了。没事儿，恕你无罪，我也不会那么废物。萧青云暗暗地点了一下头，樊勇只好答应了。得罪了，少主先请。行，我想我这点功力在你面前也是不够看的，随便打一打吧。萧青言直接出拳，水就把他给打飞出去了，跌落在地上滚出去老远，刚一起身就噗的一声喷出了一口血来。堂兄，怎么下如此狠手啊？咱们萧家的人手剩下的可不多了。樊护卫没有冒犯你，也不用这么狠辣的吧？你在教我做事儿？青云不敢。不懂就闭嘴。你让他说，我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？少主这一拳让卑职佩服，还帮卑职打通了脏腑淤结的淤血。这口血若是吐不出来，卑职会受内伤的。哼，听到了吗？啊，不懂就别乱说，只会显得自己无知。进来吧。萧青云的气焰被彻底打消了，满心的郁闷，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就跟了进来。他们怎么聊的，温竹清不关心，满脑子都想着萧家的事儿。看来以后麻烦会更多。蔡大娘过来问他：大爷来了客人，咱们怎么招待呀？要不要多弄几个菜？不用了，咱们穷苦乡下地方又遭了灾，哪有好东西吃啊？能填饱肚子都不错了。弄个干巴野菜、糙面糊糊、萝卜咸菜，弄点豆腐汤什么的，凑合凑合吃吧。他们得罪姑娘了？也没有，说我配不上人家大爷，不够贤惠大方，是上不得台面的村姑。又不是咱们求着嫁给他的，明媒正娶的，
没有姑娘，大爷一家子能有现在？这大宅子写的可是温宅，没有让大爷做上门女婿，都是给他留足了面子呢。哎呀，行吧，我知道怎么办了。姑娘瞧好吧。晚饭的时候，孩子们看着一桌的野菜糊糊，不仅孩子们的脸绿了，就连萧青云都不知道作何表情。实在是抱歉啊，村里今年遭了灾，没有打下粮食来，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你，你别介意啊。哎，你是阿言堂弟，也不是外人，我也不瞒你了。这一家子残的残，小的小，你是不知道有多难。就那3亩地啊，还没有人会种。要不是村里人心善，帮衬着种地，我们这一家子都该出去讨饭了呀。温竹清还擦了擦眼角，脸色比黄连还苦。萧青云嘴角抽搐，你要不是红光满面，一身的貂缎衣衫，孩子们也是白胖干净，吃得很好的样子，我他妈就信了。这是故意针对他呢。梁淑仪虽然不懂温竹清为什么要这么干，但是呢，他很信任他，也跟着卖惨。是啊，三堂叔，我们过得可惨了，一天就2顿饭，这窝窝头、鸡蛋豆腐都是想要留着过年吃的，这都给拿出来了。阿娘可是很用心的招待你的，你快点尝尝吧。别看这不好看，可是味道还是很不错的，你信我？信你个鬼！他三叔，莫非你是看不上我们穷家小户的，连顿饭都不肯吃的吗？都怪我没用，嫁进来的时候，你堂兄双腿残废，又分了家，米缸都能跑耗子了，还拉扯这么多的孩子，我恨不得把我自己的肉给孩子们吃。别说了，大嫂，我吃。那就好，这不是实在没法子，我也不想让你瞧不起啊。多喝2碗粥啊，都别跟你们三叔抢，让你们三叔吃饱喝好啊。一个个的都是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了。饿了就扎紧裤腰带，去厨房喝热水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孩子们都低着头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实在是憋笑憋得肚子疼。萧青云是盛情难却，尝一口他说的味道不错的野菜汤，差点没给吐出来。蔡大娘才不会给他做的多好吃呢，敢瞧不起姑娘，留着喂鸡都不想给他们吃，浪费粮食。吃个窝窝头，这窝窝头加了碎米，不全是高粱米，没那么拉嗓子了，你尝尝啊。萧青云含泪咽下去了。萧青言面不改色，吃窝窝头喝着野菜汤，让萧青云没法发作。孩子们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窝窝头塞给了三叔。三叔，你吃啊，这晚上饿肚子很难受的，我们是特意省下来给你吃的。不，真不用。三叔，你是看不起我们吗？没有的。那就吃啊。我阿娘说了，对客人要大方，自己饿死也不能饿着亲戚了。他们塞完了窝窝头，生怕萧青云不要，跑到厨房就吃大餐去了。你吃不完，分给你的属下呀，他们忠心耿耿的，理应有福同享呀。哎，这些汤也不浪费了，热一热，给你的属下们分了，你别浪费。温竹清一番好意，萧青云能说什么呀？晚上没地方给他们住，村里多的是草棚子，好在也不是很冷，不会冻着。萧青云是魂不守舍，躺在稻草堆上回忆着今年发生的一切，好端端的竟然落得一个露宿街头。你堂弟怎么回事？来找你干嘛的？跟我道歉呢。他说那些事情都是他做的，我在明处，他想着自己在暗处，帮着家族保留实力，听着是有点道理，可是竟然瞒着我，这就耐人寻味了。不管萧青云是来干什么的，敢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就收着的。既然他说幕后的事儿都是他在搞鬼，那就把钱都给交出来。10多万两银子呢，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温竹清决定明天就要钱去。萧青言也是赞同的，不翻脸已经是他最大的容忍了。一夜无话，萧青云冻饿的难受，早早的就醒了。他以为自己已经很早了，却看到孩子们都已经出去跑了几圈了，回来都是一身的汗。三堂叔，走。你们也走啊？三堂叔来家里吃饭啊，今儿的野菜糊糊很稠的，阿娘说了管饱。萧青云笑不出来了，野菜糊糊还管饱，你们还一脸的幸福，真的是全家大小把他给当傻子看的。不了，我怎么好意思吃你们的粮食？我自己开火。
难道三堂叔想开小灶，自己吃独食？哎呀，我不是，没有，别瞎说。那你不来家里吃？你来家里也没带礼物，我们知道你穷，没关系，我们不嫌弃的，饭菜还是能管饱的。心里有些不满，还堂叔呢，小气巴拉的，糖果点心都不带，不会做人。萧青云笑不出来了，他哪会想着要带礼物啊，又不是外人。我来的匆忙，回头补上。给红包也行的，马上要过年了，就当是过年红包吧。阿爹要进山，要是能打到野猪，请你吃杀猪菜，可香了呢。会给的，待会儿我就过去。等你啊，三堂叔。孩子们跑走了，真是一群讨债鬼，还伸手跟人要红包。温氏教导的都什么孩子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可心里面却有一些暗喜，或许这也是自己的机会。温氏扯了大堂兄的后腿，他就有机会做少主了。萧家的一切就都是他的了。萧青云的心里燃起了希望，反而觉得这些个孩子越不懂事越好。吃完了饭过来找萧青言，昨天的事儿还没说完呢。萧三爷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要跟你说呢。堂嫂有什么事儿尽管说。我不知道你们萧家什么情况，但是你们的人贪墨我10多万两银子，既然你代表萧家，那就把钱还了吧。萧青云惊愕，竟然是要钱呢，这一家子怎么都要钱？钱串子呀！堂嫂，一家人分这么清的吗？别，我可不敢高攀，需要钱了跟我一家人，看我没用了，我就是个村姑。萧三爷，吃相别这么难看，这是我的方子，我出的本钱，我找的销售人脉，交给萧青言打理而已，并不代表是你萧家的了。3天之内还钱，不然你们都别想走，留下来做苦力吧。别跟我说不，我不接受你们的辩解。你可以回去想办法了。我要见我堂兄。可以啊，我又不是禁锢萧青言，逼着他做什么，他是自由的。不过他也改变不了我的想法。萧青云黑着脸去见萧青言，他正在书房里整理萧家的情报渠道，这些都不能用了，要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。你夫人跟我要钱，堂兄，这女的这么市侩，你怎么能娶她呢？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撑起这个家，你要是来说她的坏话，可以离开了。堂兄，你这么维护一个女人，你真不是我认识的兄长了。堂弟，你也不是我认识的堂弟了，萧家也不是以前的萧家，你还要我把话说得更清楚吗？我不管你是为了谁做事儿的，算计我就是不行。阿青是我夫人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而你只是带着目的来算计我的。你敢说你没有觊觎萧家的势力吗？萧青云眼神闪烁，我是有苦衷的。堂兄，你已经被朝廷盯上了，身份马上就要被揭穿，不如把萧家势力给我，还能保留下来。我也是为了萧家好啊。就算是朝廷来了，我也不怕，不就是打仗吗？谁怕谁啊？萧家的势力我能守护好，不劳你费心了。你非得要跟我这么生分吗？不要家族了是吗？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还有使命。你才是应该认清楚你的身份，别忘了，我才是萧家少主，不是你。乖乖把钱交出来，否则的话，我也救不了你。我还就不交了，我看那个女人能把我怎么样。堂兄，你真的令人失望。失望不失望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你要是非得跟阿青作对，后果自负。萧青云暴怒离开，都没跟温竹清打招呼，也没想过把钱给交出来，没把他的话给当回事。回到落脚处，萧青云还很不服呢，这趟任务完不成，那回去可没法交代啊。谈得不顺利吗？何止不顺利，大堂兄简直视我为仇人，不就是调动了一些银子吗？都是为了家族好啊，他怎么能为了银子跟我翻脸？还有什么资格做少主？男人娶亲，内宅中馈都是夫人打理了，他也做不了主。不过钱是肯定不能交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温氏还威胁我，我就不给，他能杀得了我们吗？萧青云有恃无恐，他是没体会过温竹清的手段，不出3天，哭着跪着求饶的时候，他就该后悔了。萧青云还不放弃，从萧青言这里打不开口子，他就找到了梁淑仪。梁淑仪听完他的话，沉默了许久。三堂叔，你为什么要贪慕阿娘的银子？萧家都已经到了如此地步，你们还内讧，你不跟我说清楚，我是不会帮你的。你还小，你不懂，你只知道那个女人不安好心，三堂叔都是为了你好。你劝劝你父亲，如此下去，这个家都是温氏的了，他还有什么尊严？堂堂萧家少主，
竟然被一个女人拿捏，他不要面子的吗？你是来挑事儿的吧？你一个大男人挑唆人家夫妻感情，你缺不缺德呀？你是不是自己找不着喜欢的媳妇儿，就看不得人家家里好啊？你这样庶出的，果然心里都阴暗。以前仰之鼻息的嫡长子，现在呢却惧内，你是不是特开心啊？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？我阿爹带着我们逃亡的时候，怎么就不见你呢？现在来摘桃子了是吧？我像是个傻子吗？能被你给利用了？拿了我阿娘的就给我还回来，否则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萧青云简直要疯了，这一个个的都被温氏给洗脑了吗？梁淑仪以前多嚣张霸道的一个人呢，竟然也维护他。你就是个卑鄙小人，我要跟阿爹说，远离你这样的小人，趁早还了钱滚蛋吧，否则全村的人把你给打出去。淑仪，我现在做这些也都是为了你好。我阿娘说了，所有说着为你好却让你做一些不愿意的事儿，这样的人趁早远离他，否则会悲剧的。萧青云无功而返，不过萧青云是打定了主意不还钱了，看他能怎么办，当老赖呗。萧青言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堂弟被弄死吗？只要不死，那就不还钱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3天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，温竹清也看出来这个人是真的打算当老赖呢，不过还是过来找他，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只是这萧青云呢，见都不见，直接让樊勇就给打发了。行，你们挺有种，希望不会哭着来求我。少夫人，都是一家人，卑职劝您该大度的时候大度一些，别斤斤计较，惹人看笑话了。萧家都人人喊打了，早被人看完笑话了。你是不是还活在过去了，以为萧家还是西北王呢？哼，醒醒吧，别做梦了。祝你们今晚上做个好梦。当老赖也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希望你能硬气到底。樊勇嗤之以鼻，他倒是很期待温竹清的手段。当天夜里，大家都睡得香甜，万物俱静，萧青云等人也都睡下了，只是同时出现在一个荒凉的村子里，还以为做梦了呢。这个就是我那个好堂嫂搞出来的是吧？让咱们做噩梦，哼，吓唬谁呢？咱是吓大的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卑职觉得不像是梦。简单，掐我一下，看看我疼不疼。樊勇自己掐了自己一把，脸色大变。很疼，不是梦。嘿呦，那就有意思了。不是梦，那是什么呀？他是想暗杀咱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村子里响起了一阵嘻嘻的笑声。大哥哥，来跟我们玩啊！眼前突然就出现了一张血乎呲啦的女孩子的脸，还有一个个婴儿的啼哭声，瞬间把他们就给包围了。咱们来捉迷藏吧，你抓到我呢，就可以离开了，不然你就留在这儿陪我们玩吧。二丫头消失了，萧青云的心里有一种不妙的预感。哎呀，咱们快点出去吧，这个地方好吓人啊！好，去找出路。刚要走，脚下就伸出了一只只的小手，死死抓住他们的脚踝。不要走，陪我们玩嘛！不乖的大哥哥是要受到惩罚的。他们想要挣脱，一只只的小手却跟铁钳子一样攥得死死的，愣是没拔出来。二丫头猛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跟他脸贴着脸。哎呀，你走开！丑死了，吓死人了！你惹怒我了，你竟然敢说我丑，气死我了！阴风阵阵，差点把他们给卷起来。阴风越来越强烈，最后把他们的衣服都给割破了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你不丑，是我丑，我不是人，我最丑了。萧青云不得已的道了歉，阴风这才小了一些。你想怎么样？放我们出去，我跟堂嫂道歉。想出去啊？晚了，我们还没有玩够呢。捉迷藏啊，来找我啊！找到了就让你们出去。萧青云无奈，只能是满村子的找人，冷不丁的会碰到一张婴儿的脸，还被人捂住眼睛。猜猜我是谁啊？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打击之下，萧青云都尿裤子了，可是还是没用。二丫头没玩够呢，她就不会放人的。最终所有的人都晕倒了，游戏才结束。第二天，萧青云惨叫着醒过来，心里还残存着昨天晚上的噩梦，发现这是在村子里，长松了一口气，是梦就好。三少，咱们怕是得认栽了。
昨晚上不是梦。樊勇撩开衣襟，露出了肚子，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小伤口。就这么认输了？我不甘心，我跟大伯求助，总能有人收拾他的吧？我不信他真这么厉害，居然能驱使鬼魂，这不合理啊！你试试吧。萧青云并没有传音符，不过呢，也有联络方式，派人骑马去了县城，找到了联络点，等着上面的安排。一整天安安静静的，温竹清还挺意外的。这么能扛啊，有点东西。今晚上给他们来点大的。别累着你了，为了他们不值当的，以后我会和萧家决裂，咱们才是一家人。温璇呢？他这2天没在，我都不习惯呢。他呀，他去龙虎山了，长本事了，都能被裴延川给召唤走，帮他们骂人去了。也挺好的，他也就这点用处了。哎，你别这么说，温璇是丹炉的器灵，炼丹最厉害了。我还没时间开炉呢，有了他，我炼丹肯定能成功啊！被这些人闹的，我都忘了正事了。我去把他们打发走了。别，还没还钱呢，他们还不死心。我等着他们的救星来，倒是看看能找来什么样的帮手。求救的消息传出去了，一整天他们都在等待，没有那么快的。温竹清也没有过来，让他们放松一些。再次迎来了黑夜，一行人都不敢睡了，打算硬熬。可是他们想的简单了，温竹清没有动用二丫头，而是连同秘境让他们来了一个荒野求生。这又是什么地方？这神不知鬼不觉的又换了一个地方。萧青云这一下子终于是知道怕了。大堂嫂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冒犯您了。我给您赔罪，您饶了我吧。樊勇也是阴沉着个脸，没有阻止萧青云的求饶，想着萧青言的武艺比自己都厉害，从容不迫、沉稳自信的气度比三少可强多了。他还能护着自己夫人，不让人欺负了自家人，就很有责任感。做他的下属肯定比三少的要轻松很多。可惜啊，这也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，他也是身不由己。一道火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，露出了温竹清的脸。这么快就认怂了吗？我还想着你们能坚持10天半个月呢，小瞧你们了。大嫂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哎呦，别玩我了行不行？放我出去吧。这么没骨气的吗？真是不好玩。不过你们还没交代，谁是你们的主子？这个真不能说，我们也不知道的，都是萧家最高机密，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。萧家也有族老，有族长，他们有很多人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啊。没说实话，继续说，说点我感兴趣的。我要是高兴就放了你们，不然的话，这里很多朋友想跟你们玩的呀。我今日跟家里求助，他们会派高手来的。你放了我，我给家里求情，不来找你算账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你们家能听你的吗？你只是个跑腿的而已，有多少话语权？萧青云苦笑，能得族老们看重，派他出来跑腿，已经是看得起他了，还想要什么话语权呢？温竹清明白了，也就是个小炮灰，你哪来的傲慢呢？我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堂嫂大人，您大人有大量。别，这话我都听出茧子来了。凭什么你做错了，还得对方大方原谅你呢？那岂不是好人太吃亏了？我说了，我就是个小女人，没大量的。既然你已经求助了，那我也会会你搬来的救兵，看看萧家有多深的水，能派出什么样的高手来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好好玩吧，这里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，都是修真者才有资格进来。可是好地方呢，遇到逆境不要想着反抗，要珍惜，要适应环境，说不定有惊喜呢。温竹清给他灌了一点鸡汤，也不怕他能够修炼出灵气来。萧青云那张不太聪明的脸，估计没那么好运。温竹清从小伙的神识里消失，不管他如何的哀求，都无情至极。操，你这个女人太心狠了吧！不就是言语冒犯了你吗？你把我们往死里整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这种人还想进我萧家的门，想都不要想！别以为喊你一声堂嫂，你就真是萧家少奶奶了。萧青云气得大骂，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砸了头。谁砸我？是猴子，竟然是一群猴子。樊勇气急，冲上去抓猴子。他好歹是一个超一流的高手，能被个猴子给欺负了？刚要抓住猴子，头顶却是暗了下来。
转头一看，一张大熊的脸就出现在他的面前，阴冷地盯着他。黑熊冲他大吼，喷出的口气差点没把他给熏晕过去。黑熊把他给抓着团吧几下，樊勇使出浑身力气，终于挣脱，带着人就跑。这没法打呀！猴子继续丢石头，滋哇滋哇叫得极热闹，好像是在骂人。虽然听不懂，但他们能够感觉到猴子骂得可脏了。终于是逃离了猴子的进攻，众人松了一口气，刚想休息一会儿，一群颜色艳丽的鸟就飞了过来。好漂亮啊，像是凤凰一样哎。我心情欣赏鸟呢，压根儿就没看到鸟那鄙视的眼神。经过他们头顶的时候，突然就开始集体拉稀，白色的鸟屎糊满了一身，而且还臭得很。不行了，找地方洗澡。终于是找到了一条小河，纷纷洗漱，终于是摆脱了恶臭。河里突然出现了一群白色的大头鱼，看起来可爱极了。好可爱啊，小美人儿，来哥哥怀里，哥哥疼你啊，亲一个。樊勇赶紧把人给抓回来，差点就掉进去了。这儿真的是处处危机，这还不是最难的，他们饿了却没有一点的吃的喝的，这可怎么活呀？樊勇好歹是影卫第一高手，野外生存能力极强，认识很多能吃的果子，还有一些虫子，勉强是填饱了肚子，水也是喝的露水。刚过了一天，这众人就是如丧考妣，这日后可怎么过呀？萧青云这一次真的是怕了，一个劲儿的求饶，可惜温竹清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温竹清可是很忙的，萧青云忘了自己跟家里求助，派来了高手，是一男一女，男的俊，女的靓，气势高傲，对村子里是处处嫌弃。这种灵气匮乏的地方，我待着很不舒服，赶紧办完事儿就回去了。族里有规矩，筑基期之后都要出来历练的，不能固步自封。师妹多担待，完成这次任务，咱们10年之内不用出来了。杀一个女人而已，竟然折损了一个外门弟子，谁这么大胆子，竟然敢杀咱们尹氏家族的人？不管是谁，他都得死。这里环境倒是不错，依山傍水，适合埋人。哼，师兄可真善良，还会把人给埋了呢。不会听说是漂亮的女孩子就怜香惜玉了吧？谁能有师妹你漂亮？凡夫俗子而已。师兄我有那么肤浅的吗？两个人说说笑笑，不像是来做任务的，而是在自家的花园里闲聊。他们压根就没注意到，一头青驴悠闲地吃着草，还有几只壮硕的山羊，眼神交流一番，都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光芒。又是哪儿来的傻叉呀，这么自大？哎，哪用得着温姑娘呀？他们就能给处理了。两个人对这些个寻常的动物那是正眼都不带看一眼的，只是淡淡的瞄了一下。经过青驴的时候，他原本低头吃草，没什么异常。等他们刚走过去，突然就抬起前蹄，一下子就把那女的给踹倒了，力道极大，还瞅准了穴位。女子一声都没吭，就晕过去了。师妹，你怎么样？刚回头就看到了硕大的驴蹄子，然后脑袋就出现了一个大包，跟着也晕了。两人这才刚出山，正主都还没见着呢，就都折了。母羊走过来，还有胡家夫妻俩化身的羊，加上他生的，足足4只羊，已经成了一个小族群了。母羊咩咩叫着，对青驴有一些不满：“你怎么把人给弄晕了呀？会不会招惹麻烦呢？”青驴秃噜着嘴皮子：“你这羊懂什么呀？他们都带着恶意来的，不先出手，那还等着吃亏了再反抗啊？先下手为强的才是王道。”母羊的眼底透着无奈，召唤了白狼，还是得温竹清过来处理。白狼过来找他，呜几声：“村里来了陌生人啊，让那蠢驴给打晕了。”能被驴子对付的，想来也不是什么厉害人物。温竹清也没有在意，去看看吧。到了山坡，一男一女正昏着呢。好好的，你把人打晕干嘛？想弄死的，这不是怕给你找麻烦吗？他们说是尹氏家族出来的，来找你报仇的，我能留着他们？尹氏家族？那个江族吗？还敢派人来，当我好欺负啊？是不是欠收拾？青驴抬着脑袋，一副夸夸我的样子，我都是为你好。确实是，你有功了，奖励你吃最鲜嫩的青草。青草我不需要你给啊，我闻到你身上有我需要的东西，能助我脱离诅咒。你要是真的有心，就让我看看你的空间荷包，
肯定对我有用的。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儿，不能帮你。而且能摆脱诅咒的东西肯定是不凡物，这俩菜鸟分量不够。我是被人陷害的，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我世世代代转世为驴，这种痛苦你能体会吗？不能，要不是我害得你这样子的，你让我同情也没道理啊。你看看这些羊，他们不是世世代代做羊的吗？这是命啊，万般不由人，得认命，得恕罪。你不认命，做驴也不好好做，我肯定不会冒着得罪天道的风险来救你啊。能被人下了这么恶毒的诅咒，这人如果说完全无辜，温竹清是不信的。下次再帮你，我就是狗。哎，别，你还不如狗呢。我家狗忠诚听话，还会撒娇卖萌，能带孩子，比你有用多了。你除了会吃闲饭，整天跟大爷一样，能比狗有用吗？我已经很同情你了，养着你不让你干活已经够意思了，做人可不要太贪了。母羊对他，你跟主子吵架，你不想活了？早知道你是这样的驴，咱都不跟你玩。你们先走吧，这里我来处理。要是杀人，别自己动手。尹氏宗门的人都有灵魂印记，自带诅咒，谁杀了他们会被族里知道，天涯海角也要报仇，追杀到底。哦，我知道，我没想杀他们，多谢提醒。青驴气呼呼的就走了，没有得到自个儿想要的，驴很生气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温竹清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，把人给弄醒，先弄女的。他醒过来还懵呢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是谁？我是这村里人，下山看到你们昏迷就帮帮你。你们怎么睡在这儿？着凉了怎么办？单纯清澈的眼神，稚嫩的面容，很容易给人好感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出来办事儿，突然被人给撬了后脑勺，我就晕了。我师兄，那个是吗？是啊，哎，师兄，醒醒啊！我来吧。温竹清取出了一根银针，最大号的，跟村子里婶子们扎鞋底子的针一样的粗，狠狠就扎在了他的人中上。男的给疼醒了，好疼，谁扎我？他都筑基了，竟然还能够感受到发自灵魂的疼痛，简直要命啊！师兄，你看清楚是谁袭击的我们吗？我只看到黑乎乎的一个暗器，还臭得很，肯定是个歹毒的暗器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人肯定是个高手。温竹清憋的肩膀头子一耸一耸的，生怕自个儿笑出来。他们要知道偷袭的是一头驴，大概会无地自容。我都没有来得及祭出法宝，就被偷袭了，确实很厉害。咱们要随时开启护身法器了。对啊，是咱们大意了，外界一点都不安全。两人都很严肃地说着，温竹清却已经是开始肚子疼了。从哪儿跑来的一对活宝？他是谁？我忘记介绍了，是他救了咱们。村里的村姑，人很善良。举手之劳，谈不上善良，村里人都会这么做的。你们有地方落脚吗？不如先去我家养伤，好点了再走吧。好啊，谢谢你了。你怎么称呼啊？阿青，你们喊我阿青吧。村里今年遭了灾，粮食短缺，粗茶淡饭别嫌弃就好。没关系，我们不用吃饭的。是吗？那感情好了，不吃饭就能活着，太省粮食了。还没有问二位怎么称呼呢？我叫江玉章，这是我师妹江玉晶。哦，都姓江啊，江姓也是大族，出过好多大人物的。看二位就气度不凡，不是一般人。哪里，一般。两人谦虚着，可是这眉眼的高傲暴露了他们的内心。阿娘，你去哪了呀？小五都找不到你了。小五抓了蚂蚱，烤着吃可香了。哎呦，吃什么不好呀？吃这个怪瘆人的。别嘿嘿喊人啊！大哥哥好，大姐姐好，你们吃蚂蚱吗？不吃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这村是真穷啊，竟然都要吃虫子，他们好可怜呐。两人也就是阅历浅，没看出来小五身上价值不菲的衣服，红润的气色，一点也不像是挨饿受苦的样子。去玩吧，早点回来吃饭。大哥哥大姐姐也留下来吃饭，我给你们抓好吃的啊。说完就跑了。你才多大呀？能有这么大的儿子？我还以为你没嫁人呢。我娘家穷，就把我许配给一个二婚老男人，带着几个孩子进门当后娘。好在孩子们本性不坏，我们相处的还好。到家了，进来休息会儿吧。这样啊，两人都非常的同情他。
那肯定是嫁了一个又老又丑的中年糙汉子。他真的是好惨呢。卖凄惨人设的温竹清亲自招待他们，客房虽然是不错，在他们的眼里也就一般。留给他们单独的空间，温竹清就离开了，给裴延川和英止哥传信。江族又找上门来了，天鹰派还没搞定，又来了一个尹氏家族，真是不让人安生。温竹清只用了3天的时间，就把尹氏家族的内部都给打听清楚了。愉快的度过几天，裴延川还没有回来，萧青岩也在外面忙，倒是等到了不速之客，竟然是沈南翼和华兰郡主。温竹清在客厅接待了他们。这不是那什么郡主吗？竟有点人模样了，之前真的是没看出来，乞丐似的，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，我差点都以为是疯子呢。你嚣张什么？我不是来跟你吵的，我想要见他一面。你说的他是谁啊？你知道的，少装糊涂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，我这儿人这么多，谁知道你冲着谁来的？再说你想见我就得成全你，你脸大的吗？华兰都要被气哭了，只能看向沈南翼。温夫人，我们想见你夫君，我陪着华兰一起来的，有些事儿想要问清楚，还请夫人成全。你这么大度的男人，我倒是第一次见，看来是真爱了。可惜爱的人不懂珍惜，看在你这么惨，上赶着给自己的未婚妻找心上人，我也不能太小气了，当然要成全，说几句也没什么。可是吧，人没在家。你分明是不想让我见他，他根本就不会喜欢你这样粗俗没教养的女人，你就是不敢。华兰觉得他是故意刁难，温竹清脸色一冷，都想把人给赶出去。每次看他这个愚蠢的样子就来气。怎么了？这谁啊？江雨京过来找他，今儿说好了要去钓鱼的。没什么，招待几个不明事理的客人而已。既然不明事理，轰出去就行了。这是你家，你还需要给谁面子吗？你又是哪冒出来的？小鼻子小眼睛，一脸的小家子气，你撵我一个试试？哼，我长得很丑吗？各花入各眼，他是不懂欣赏，怎么会丑啊？一点都不丑。江姑娘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女的脑子有毛病呢。沈南翼能够感受到她身上不俗的气息，那股子空灵悠远的感觉，就是公主都没有啊。这个女人不一般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快给人道歉。这个人咱们惹不起。惹不起啊？沈南翼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我是你的未婚妻啊，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，你还让我道歉？我说不来你不听啊。温氏他是修行中人，身边的人很可能不是世俗人，我能在朝里护着你，这儿啊不是京师，也不是咱们的地方，你懂点事儿行不行？我不懂事也没求着你娶我，我一直这么不懂事儿，你才知道啊。华兰有些个歇斯底里，温竹清发现他神魂有一些不稳定，他不对劲儿，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了？我不知道，华兰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以前的华兰善良温柔，善解人意，现在的华兰那却是偏执固执，只在乎自己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。他的神魂不稳定，差点就散了。哎呦呦，那可就惨了，会变得痴傻，甚至是个活死人。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别吓我呀！骗你干嘛呀？你俩这么不值钱，骗你也不值当。我就是好奇他这个样子，之前没看出来，不像是被阴气冲撞了。我倒是看过一本书上有记载，神魂易散很可能是被人附身，然后又离开，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。你的意思是他被人附身过？很可能。你们少装神弄鬼的吓唬我，当我好骗吗？温竹清不跟脑子不清楚的人说话。带他去找大夫看病吧，要不去庙里找高僧弟那会儿，别在我这找事儿了，耽误下去你要娶个活死人了，一辈子养着吧。也挺好，不会跟你吵架。我们这就走，很抱歉，沈某欠你一个人情。华兰不肯，被沈南叶打在后脑勺上，就晕倒在地，终于是安静下来了。我倒是可以帮你救他。那太好了，姑娘想要什么报酬，只要我有的我都会给你。不用你报酬，我看你不离不弃，是个不错的人，免费帮你了。阿青，借你的地方用一用，我救他你不介意吧？不会啊，救人也是修行中人的职责，也是功德，应该的。我要不是跟他不对付，也会救。我就喜欢阿青你这样通情达理，你最好了，回头送你礼物。好啊，我记着呢，别骗我哦，不是好东西我不要的。
江玉京的功力稳定神魂非常的简单，1刻钟就好了，只是顺便检查了华兰的身体，脸色一变，他肚子里怎么会有生气啊？你看看他肚子里是什么？温竹清灵气游走在他的腹部，脸色古怪。你连这都不知道？怀孕了，这是孩子，胚胎啊，还不到1个月，大惊小怪什么呀？怀孕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你这话问的，难不成这孩子不是你的吗？虽然婚前不应该敦伦，可是都定了名分，又在外面，情不自禁也没什么呀。我不是那等不懂礼数之人，我没有碰过他。这事儿那就复杂了。温竹清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，这脑袋上有点绿啊，这女的该死，背叛婚姻是要遭天罚的。修真界对伴侣也要忠诚，会有天道誓言，背叛之人的惩罚很重的。这是世俗，没有天罚。咱们出去了，别问了，让他冷静一下。沈南义在房间里面待了1个时辰，再次出来的时候跟个没事人一样。多谢你们帮忙，沈某，请你们不要把今日之事说出去，算我求你们了。你想认下这个孩子当接盘侠？什么是接盘侠呀？把别人的孩子当自己的养，人家不要了他接过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世俗界还能这样啊？那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？你情我愿的事儿，说不上什么公平不公平的。爱情本来就是盲目，是卑微的呀。真的爱上一个人，会放弃自我，不顾一切。你说的我也不懂。江玉京清澈的眼神之中透着愚蠢，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些。不懂最好了，等你懂了，就该渡劫成仙了。沈侯爷让你别说出去，你记住了吗？我不说，想说也没人听啊。我认识的人都不在这儿，跟谁说去？我也不是长舌妇，同为女人，我不会为难女人的。沈侯爷放心吧。温竹清原本挺讨厌华兰这女的，狂妄自大，还恋爱脑，追着萧青言不放，没脸没皮。可是现在知道她神魂不稳，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做什么，只是按照以前的一点执念在做事，就显得荒唐又可笑。现在呢，又怀了孩子，她的未来会很艰难，对她的不喜也变成了同情。好在沈南义不离不弃，愿意负责，否则华兰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华兰已经好了一些，再次醒过来，人已经正常了，只是对以前的事情不怎么记得住，就好像失忆了一样。华兰，你没事吧？还好。沈侯爷，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啊？咱们虽然是定了亲，却还没有成婚呢，这与理不合。沈南义的眼底闪过了欣喜，这才是他认识的华兰郡主啊。你看看这儿，不是你的闺房，你出了点事儿，哎呀，回头我再跟你解释。咱们先回我家，这里不是咱们的地方。这是哪儿？是萧青言夫人家。萧青言，她还活着吗？应该是活着，不过没证据。她也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只当不知道。为了你好的。是皇上还不放过她吗？朝中的事情很复杂，不是我能参与的。先回去再说吧。好吧。华兰现在也挺听话的，乖乖的就跟他走了。温竹清看着他们，特意拉着华兰的手。以后常来玩啊。郡主，你还记着你为什么离开京师吗？你家里人没有惦记你，派人追你的吗？我也忘了，好像一醒过来我就在这儿，我记不起来了。没关系，不着急，慢慢想。你出了点事儿，记忆有些混乱。这是安神符，还有护身符，你随身带着，保你平安。谢谢你了。不谢，要收钱的。沈侯爷，1000两银子啊。两人都给闹了一个措手不及，感觉他是强买强卖呢。收了1000两银子，送走了2个人。温竹清刚消停一会儿，萧青言回来了。他是谁啊？怎么进来都没有人通传？我家男主人啊，萧青言。哎，这位是江玉京江小姐，影视高人，打个招呼吧。你不是说你嫁的是个二婚老男人吗？带着几个孩子欺负你啊？这是老男人？萧青言的脸色不太好了，他就这么说自个儿啊？合着他就是个老男人啊？专门就欺负他的？江玉京觉得自个儿见识少了，可是也不能这么骗他呀。现在的老男人都长这么帅吗？我16岁，他都20多了，可不是老了吗？江宇章听说男主人回来了，也来打个招呼。阿青姑娘，
你夫君回来了，人呢？这不就是吗？你……江玉章有点懵，这跟他想的差别也太大了。二位远道而来，招待不周，还请见谅。若是有需要帮忙的，我们夫妻一定鼎力相助。不必了，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你更没戏了。不打扰你们相处，阿青，咱们待了不少日子了，也该准备告辞了。哦，好吧，我们收拾一下，明日告辞。好，晚上给你们准备送行宴哈。麻烦了。两人离开，萧青言蹙眉，这俩人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呀。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切断了和以前的所有联系，以后我只是我，跟萧家没有关系了。江玉章就再一次进来了，此时两人都是一脸的愤怒，像是被扎了一样。怎么了？谁惹你们生气了？你就是温竹清，你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欠我们的是不是？原来他们想完成任务，拿出寻人的玉简，结果呢就指向了温竹清。想着之前的偶遇，温竹清试探他们的那些话，两人都觉得自个儿受到了欺骗。那么现在你们要如何？要杀了我的吗？当然，杀了你，我们也完成历练，可以回族里了。那我问你们，我跟你们什么仇什么怨？你们为何要杀我？你们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的吗？你杀了我们的族人。你说的是那个中年人，我确实见过，但是我没有杀他。你们亲眼看到我杀他了吗？我说我没杀，你们信不信？可是调查出来的结果就是你杀的呀。谁调查的？你吗？不是我看不起二位，能被我轻易骗了，外人想骗你们也不是多难的事儿。我承认我是有骗你们，可也是为了自保，为了查清楚我这莫名其妙的敌人从何而来的呀。我一个小小的散修，能出动你们尹氏家族的人来追杀，我不得查清楚了吗？我要是对你们有恶意，当初你们昏迷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杀了你们的。我为何还要带你们回家呢？巧言令色，你的话也不可信。不错，有进步。知道我也不可信的，那么你们就自己去调查呀。走出这个门，自己出去走走，看看这个世界和你们尹氏家族的不同，这才是真正的历练，而不是听着族里长老们的话出来杀一个自以为是的恶人，这就是历练了。两只小菜鸟遇到我也是你们的福气呢，谁让我这么善良？别轻信任何人，是我给你们上的第一课。你忽悠我们呢，就是怕我们杀你，甚至是你的男人，你要保护他的吗？你们的仇人是我，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家男人也没那么废物，不是我小瞧你，你空有修为，实战经验很少，你还真打不过我家男人，甚至是我，你都打不过。不死心。不瞒二位，我温竹清现在是元婴初期，刚刚晋升了金丹期，今年16岁。两人瞪大了眼睛，这不可能！16岁的元婴期，吃药都不带这么快的。他们俩都算是宗门的天之骄子，今年30多了才到元婴期啊。温竹清散发自己的气势，隐约看到他头顶那个跟他一样的婴儿，两人不得不承认，真的是元婴期。好，我们会去调查的，就此别过。慢走，不送。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决裂，来的也太突然。温竹清还有一些遗憾，他挺喜欢这两个小傻子的。两人走出了门，一时之间呢，有一些迷茫。小五跟村里的孩子们玩着蹴鞠，球踢到了他们的脚下。江姐姐，给我踢回来呀！江宇章迁怒他，一脚就给踩碎了。踢什么踢呀？江哥哥，你们做什么呀？毁了我的蹴鞠，你们赔我！我们跟你母亲不是朋友，别喊姐姐了，没有你这样的弟弟。这样啊，那是你们的损失。怎么打不过我阿娘，拿我一个小孩子撒气吗？是不是还想打我一顿，甚至掳走我，威胁我阿娘？我们没那么没品，不屑对你一个孩子下手。你毁了我的蹴鞠，这不是迁怒是什么？小五掐着腰，一点都不带怕的。看他们就是打不过阿娘才欺负小孩的。这个给你，抵消你的蹴鞠了。丢给他一块零食，能够买下蹴鞠场啊。不稀罕，我就要我的蹴鞠。你可怜谁呢？我没见过好东西吗？这东西我阿娘有很多，给四姐姐端着玩，瞧不起谁呢？请你们离开，以后我家不欢迎你们了。江玉京觉得不可思议，零食在家族里都算是很稀罕了，温竹清就给孩子堆着玩啊。两人没脸留下来了，
太丢人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华兰郡主出事了？好，然后呢？你都不好奇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么直男的话，让温卓清都没法接了，犹豫着他该不该知道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说一半留一半，该不会是她怀孕了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想着她会不会借着孩子来讹我，说是我的呢？我就顺口一说，还真是啊。这事儿啊，咱们夫妻俩关起门来说哈，你别传出去。我答应沈侯爷不跟人说的，你不是外人，咱俩夫妻一体，跟你说不算什么。我保证不传出去。这孩子来的蹊跷，关键是华兰自己都不知道，她神魂不稳，被脏东西附身过的，也是惨，被人害了，还留下个来历不明的孩子，唉，挺可怜的。沈南义会认下这个孩子的。你还挺了解他。沈南义最渴望有个家了，有孩子有夫人，何必在乎孩子是不是亲生的？有时候血缘不是那么重要，他的父亲也是至亲，就不喜欢他，他的伤害都是来自至亲。这话说得对，你的欺瞒也是来自至亲啊。越是大家族，尔虞无诈和欺骗就越是多，享受了常人几辈子享受不到的福气，就得失去一些普通人很常见的亲情了。阿青看事情总是那么通透，为夫的佩服。好啦，不说他们了，也不知道殷前辈他们在龙虎山怎么样了。解决了尹氏家族的事儿，龙虎山的事情再解决了，那温如清就可以轻松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殷芷哥出现在门外，越发的仙风道骨，清冷如仙人。殷前辈，你自己啊？老裴呢？他先一步走了，没有回来吗？没有。这人去哪儿浪了？事情怎么样了？裴先生碎了武清渊的丹田，他们不敢来找你报复了。老裴这么勇的吗？那天鹰派能乐意？温竹清下巴都砸地上了。老裴可以啊，有事儿他是真敢上啊，竟然碎了人家的丹田。天鹰派理亏，他们宗门竟然有玄凤的尾羽，你那只玄凤不依不饶，没有找他们算账都是好的了。说起来，丹炉还是你的呢。温玄是丹炉的器灵，也应该是你的。你要是有用，就把丹炉带走吧，物归原主了。好啊，阿青，我不在，你竟然想把我送人，我是不是你最爱的玄凤了？你对自己是不是太过自恋了？你从来不是我的最爱啊，我是物归原主。丹炉是殷前辈的，我只是把你激活了，并不代表你就是我的。你去九阳宫也是做祖宗一样的待遇，比在我家更好啊。温玄很委屈，哭得可怜巴巴的。温竹清却是忍不住翻白眼儿，谁能告诉他为什么一只鸟这么爱哭呢？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啊？送你了就是你的了，这丹炉在我手里的日子也不短了，我都没有激发他的气灵，说明跟我无缘呢，你就安心留着吧。还是人家大方呀，温玄我呀，也不是谁都跟着的。你要不是提前跟丹炉认主了，我肯定不跟着你。天下有缘人那么多，傅玄我跟着谁不行啊？哼，你这么弱，我不嫌弃你都是好的，你还想不要我？阿青啊，遇见我才是你最大的福气。是我的福气，我的福气可大了呢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还在家里吧。嘿嘿，我温玄又回来了，孩子们有没有想我呀？我可想你们了。温玄高兴地去跟孩子们玩，众人忍俊不禁，有这个活宝在，家里永远都是热热闹闹的。马上要过年了，不如前辈来吃年夜饭吧，陪我们感受一下世俗过年的气氛，也让我们全家聊表谢意。好，我会过来陪你们过年的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可等着前辈啊！你不来，我们不开饭的。最好30一整天都在家里，孩子们肯定要玩疯了。我尽量，你多保重。说完就消失了，走得甚是干脆。温竹清依依不舍，还有一些羡慕。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这么高深的修为呢？你就这么舍不得人家走啊？哼，别难过，我不是还在这儿呢吗？我陪着你们。谁稀罕？你要是有殷前辈这么识趣，大家会更待见你一些。我可是帮你出气，打碎了那个老女人的丹田，这么大功劳，一个好脸色都没有，真让人伤心。是我错了，裴前辈，裴恩人，你想吃什么，我亲自给您做，以表谢意啊。吃鹿肉吧，这么冷的天儿，烤点鹿肉，喝点酒，人间美事儿啊。想吃鹿，那还得是秘境里的更加的好吃。再次连接秘境，阿婷吩咐你们做点事儿，要不要出来？
要的，堂嫂，我们当然想出来了，求求你放了我们吧。萧青云这会儿是没有一点的傲气了，哭着喊着求饶，这儿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既然你求我，那要记着听话啊。温竹清把人交给了萧青言，自己弄了一头鹿，足足有500多斤呢，秘境出产，主打一个大，这种肉吃起来就格外的香，全家又有口福了。休息2天，已经是腊月18了，收拾收拾就准备过年，私塾也要放假。青柳先生来跟萧青言说孩子们参加童子试的事情，学得最好的是梁舒尔，他读书最有天分，也肯吃苦，从小启蒙的也早，完全可以参加童子试了。问问萧青言的意思，他要提前给县里报名的。萧青言却是有一些拿不定主意，朝廷现在对他的态度不明，不知道会不会针对梁舒尔。温竹清觉得要报名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的身份没问题，都是大周的良民啊，为什么就不能报名呢？温姑娘言之有理，那我就去报名了。舒尔要是不科举，真是可惜了。行，你去忙吧，需要多少钱从账房那里支取，让家里护卫陪着你出门。雪天路滑，别摔着了。多谢姑娘关心。青柳先生离开了，梁舒尔过来了，眼神之中带着忐忑。母亲，你能听我说几句话吗？好啊，没什么不可以的。你想说什么？科举的事情吗？你不想参加童子试？这些都没关系的。你说出你的想法，我尊重你。多谢母亲。不用谢，一家人应该的。梁舒尔的眼眶红了，让温竹清有些慌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这孩子怎么还掉眼泪了呢？哎，这个可要掰扯清楚了啊，不然我还解释不清了呢。不是母亲的错，是我不够孝顺。您对我这么好，我却一直对你有偏见，没有做个好孩子。别这么想啊，你是最乖的，没有像你3弟那么气我，多好啊！现在你又能去考童子试，可有出息了。咱们家扬眉吐气就靠你了。你看看梁书山和小武，哪个能行啊？母亲希望我考中吗？当然了，谁不想自己的孩子高中啊？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。虽然咱们家没祖宗，那就让以后的子孙们引以为傲，也是个好榜样。我一定给母亲考个状元回来，尽力就好。母亲是不信我吗？也不是，这不是怕你压力大累着吗？你还小呢，不着急，多学几年也行的。好，我会尽力的。明年肯定是不行了，童子试之后是府试、州试，考完就是1年之后了。我先考个小3元给母亲可好？好的，我家舒尔就是有志气啊。母亲给你弄点养神开支的灵物回来，保重好身体。梁舒尔高兴地走了，温竹清这才问萧青言：什么是小3元啊？萧青言没忍住笑起来，笑得都肚子疼。合着你连小3元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我都被你骗了。我一个修道的，在乎小3元干嘛呀？听着倒挺厉害的。小3元就是县试、府试、州试都得了第1名，被称为暗授。只要是3个都是第1，就是小3元了。3场考完就是秀才功名，能选官，算是半个官府中人。然后就是去京城乡试，得了第1名就是解元，然后会试第1名就是会员，最后金銮殿殿试第1名钦点了状元，这是大3元。哦，没记住，反正只要考就是第1了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这么说。那咱们小舒尔不是学霸了吗？有个学霸的儿子也挺骄傲的，以后人家就喊我状元的母亲啦，嘿嘿，听着都开心。又不是你亲生的，开心什么呀？哼，我这辈子都不知道会不会生，县城的儿子给我争光，我干嘛不接着？你这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，少来挑唆我们母子的关系了啊！我能羡慕你？这孩子也是我教出来的，你大概不知道，本人能文能武，活的时间长，好处你是不能体会的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从科举开始，历代的考卷都在我脑子里，别的不敢说，只要我押题10有8中。温竹清眼睛一亮，真的吗？你吹牛呢？那你先押一个题我看看。裴延庄刚要打下包票，看他笑眯眯的样子，回神道：哼，你激将呢？不上当，我跟我未来的状元徒弟聊聊去。他一走，温竹清就撇了撇嘴，切，跟我抢荣耀，这人真是哪儿都少不了他呀。这位姑娘如何称呼？这是我的夫人，姓温，我们家多亏了夫人照料，孩子们也很喜欢她，
对外她是舒尔的母亲，这段日子一直是她照顾孩子们的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多谢你照顾我家孩子了。没什么，应该的。这孩子喊我一声母亲嘛，我也要尽到责任的。当人母亲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也就是萧家落了难，这要是之前温氏你这样的身份，给萧家做粗使丫鬟都不配的。温竹清也不生气，对这种肤浅的人生气，气坏自己那可不值当。是啊，你说的对。不过人嘛，别总活在过去的虚荣之中了，要看当下，否则会很痛苦的。你们聊，我还有事儿，不招待你们了。萧青言还要安顿他们，家里突然多了个人，有些事儿那总是不方便。二公子的母亲过来了，打算怎么安顿呢？是要带走她吗？你也别难过，以后生了自己的孩子，谁都抢不走。你这么年轻，有的是机会。唉，带走倒也好了，我不舒服几天也就过去了。毕竟是人家的孩子，可是他家遭了难，还是因为萧家被牵连的。我看着那个女的，好像有点挟恩以报的意思，不好打发呀。啊，这样啊？那大爷怎么说的？我没问，他别犯糊涂就行。要是让我不痛快，我可不会给他面子。崔三娘叹息一声，看来又要不得安宁。温竹清很是大度，也没跟楚师一般计较，还给他准备了接风宴，都是硬菜。温夫人，你年纪还小，我喊你一声大妹子吧。辛苦你照顾孩子这么久。楚姐姐不用客气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舒尔这孩子一直懂事，不用我多操心，真的不辛苦，不敢当你道谢。以后安心住在家里，正好陪着孩子科举考试，照顾孩子，我也能省心些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以后啊，孩子高中了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。温竹清笑笑没说话，有没有的也不打紧，好听话听听也就行了。梁舒尔神色复杂，这孩子一直敏感聪慧，想的比较多，开始纠结养母和生母该如何相处了。大爷，姑娘，外边有人找，说是二少爷的亲人。两人脸色一变，温竹清没了兴致，刚说儿子给他考个状元，当状元母亲呢，结果人家亲人就找过来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们家都被流放了，要是回来，我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阿青啊，咱们一起去看看吧，关系到孩子，还是问清楚的好。行吧。温竹清终于体会到为什么要生自己的孩子了，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，血脉相连，谁也夺不走。别人家的孩子那毕竟是人家的，人家亲人一来，自己就得靠后了。到了前院客厅，一个端庄严肃的妇人坐在次座，长得跟梁舒儿有着5分相似，大概是人家的亲娘。楚夫人，怎么是你？萧大爷，多谢你照顾我儿，楚氏感激不尽。楚夫人客气，玉太傅他们呢？公爹和相公他们还不曾回来，还在边关流放。我们这些女眷回了老家安顿，勉强度日。楚嫂子，不知你这次来是有什么打算？玉家被流放，当年也是为了帮萧家求情，被牵连了。我不想埋怨什么，只想能陪着孩子，照顾他长大。啊，对了，孩子可有读书啊？玉家可是书香门第，太傅大宝位极人臣的，他3岁就启蒙，可不能荒废了学业。楚嫂子放心吧，一直有请先生教导，过了年还要去考童子试。这孩子天分不错，将来肯定能有出息的。可是他的身份……你放心，他现在是梁家2少爷，大名梁舒儿，不会用原来的身份。太傅只是被萧家牵连，我已经去疏通关系，帮太傅求情，尽量为太傅证明，恢复玉家的荣耀。那就太好了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会不会麻烦大少爷的。你说。我不想回玉家乡下老宅了，我想留下来照顾孩子，不知道会不会麻烦你呀？这个也是应该的，你是舒儿的母亲，孩子想念你，母子能团聚也是一件喜事儿。阿娘，我长这么大，这一年我们都是最开心的，都很幸运遇到你这么好的娘亲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，我们就是你的孩子，赖上你了。你也好意思啊？我还管你们一辈子吗？可饶了我吧，我就盼着你们都安顿好了，我就能到处走，自由自在了。你们可别想着赖我啊！孩子们都不乐意了，抱着他的腿撒娇。温竹清又哄了一会儿，孩子们这才心情郁闷地吃着饭。楚氏那是一脸的震惊啊，梁淑仪的身份他也知道，那可是公主啊，
竟然与她这么的亲昵，把她当亲娘一样。楚氏有一些嫉妒了，一个乡下的村姑，她凭什么呀？大小姐，你可有记着你生母？她还不知道怎么遭罪呢，想想怪可怜的。这世道真是不给人活路了。梁淑仪和萧青言同时变了脸色，满屋子的人瞬间鸦雀无声，惊愕地看着她。这女的现在说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楚夫人，你好歹也是大家族的当家主母，情商这么低的吗？你是觉得找到儿子自己高兴了，就往孩子心口上戳呢？你现在问这个，除了让孩子心里难受，有什么用？你指望淑仪一个孩子能做什么？让他感受这种无能为力的痛苦，就是你想看到的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有感而发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心直口快，对不起淑仪，我跟你道歉。梁淑仪不想原谅，低着头不说话。心直口快和口无遮拦是两码事儿，伤害已经造成，不是你一句轻飘飘的道歉能弥补的。我知道我是后娘，不用你提醒我，我能和这些孩子组成一个家，这就是缘分，我肯定要完成这段缘分，这是命定的轨迹。至于以后怎么走，尽人事听天命了，你们都不用多想，不管是你们的仇恨，你们的家人，我都会帮你们解决，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楚氏不屑，只是不好跟温竹清翻脸。阿娘，食不言寝不语，你少说两句吧。你这孩子，我还不能说话了？我都道歉了，还要怎样啊？才离开几天呢，就学会顶撞母亲了，规矩孝道都忘了吗？能吃吃，不能吃滚。在我家教训孩子指桑骂槐的几个意思啊？楚氏，就算是萧家欠你的，我温竹清可不欠你的。别以为你是孩子生母就能凌驾于孩子之上，踩着孩子耍威风，我可不吃你这一套。你无理！我教训自己孩子你都要管吗？这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我想怎么管教谁都管不着。哼，以前或许是，现在这孩子是我名下的二儿子，就是我儿子。生恩不如养恩，我付出这么多，就有资格管着他。你要是好好的，真心为了孩子好，我也不介意孩子跟你走。可是我现在看你不是好人，孩子落在你手里我不放心，请你离开吧。这是我的孩子，你要跟我抢孩子？是，我就跟你抢了，你还抢不过。有本事你去官府告我呀，你敢吗？这里是温府，是我家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萧青言，你萧家跟他的恩怨你自己解决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别在我家恶心我。楚嫂子，你真的让我很失望。舒儿现在是读书的关键阶段，我不想任何人来打扰他。不如你还是回去吧，你家里还有婆母要孝顺，孩子有我们照顾，你可以放心了。不行，我不放心。我既然来了，就不能让我的孩子跟着后娘，忘了我这个生母。看看你们都把孩子教成什么样子了，我死也不会愿意的。温竹清看了梁淑儿委屈可怜的样子，那句让他带着孩子滚的话，到底是没能说出来，否则伤心的也是孩子。够了，楚氏，阿娘好心招待你，你闹什么？你要真心为了弟弟好，就闭嘴吧，否则阿娘把你们一块赶出去，我看你上哪儿找后悔药去。楚氏想说他敢吗？可是看看温竹清那冷漠的眼神，最终还是闭上了嘴，沉默不语。吃饭吧。温竹清先动了筷子，大家跟着吃，只是胃口不佳，草草的吃了就各自回屋了。萧青言追着温竹清回了屋。你别生气，我不知道那楚氏是这样的人，以前也就见过几次，毕竟她是女眷，我跟她也不熟的。你要是真的不喜他们，我送走就是了。送走简单，影响了舒尔科举怎么办？动动脑子行不行？能送走我还用得着你来说？是，阿青说的有道理，我再想想怎么处理更好，也不会伤了孩子的心了。哼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舒尔这孩子心思重，刚刚想开学跟我好好处，又冒出个生母来，你说萧家把他弄来，是不是故意恶心我呢？肯定是这样的，你们萧家可真没好人啊，这么恶心的法子都能想得出来。他还能监视咱们，这是内应啊，一箭双雕。这幕后之人真是高，我才想明白了。是这样吗？必须的，对付敌人要用最大的恶意去想他们。你以为他们会那么善良？可怜舒儿，把他亲娘给送来，早不送晚不送，萧青云折了，现在送来了。要不是内应，
怎么立马合理？怎么扯到合理上了？说他就说他呗，你主意多，你跟我说说，咱们该如何解决？这事儿我来办。我现在顾忌的就是舒尔会伤心，否则谁管那女的死活？她不就是觉得我跟她抢孩子吗？以前我不在乎这些，舒尔跟我也不亲近，现在我还不放手了，这孩子我抢定了。温竹清的眼底闪着亮光，萧青言笑了。阿青有了斗志，什么楚氏胡氏的都不是对手。一日一早，梁舒尔早早的起床，和梁淑山他们一起练功。楚氏刚来就想掌控孩子，建立他生母的威信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你不该去背书的吗？跟那些粗野孩子蹦蹦跳跳的，多耽误时间呢。听阿娘的，快去温书吧。君子6艺可不只是读书，还有射御、骑射、御马，讲究文武双全，并非是一味的读死书。儿子是去锻炼身体，学习剑法和功夫，不是胡闹。强身健体才能挺得过科举考试。阿娘又不是不知道，乡试3场考试，每次都是3天，多少人被抬着出来的。阿娘也想儿子做一个文弱书生嘛。这阿娘当然不这么想了。阿娘，你不懂就别多嘴了，别让人家说你堂堂御家大夫人浅薄无知。我母亲都知道，最重要的是健康的身体。阿娘难道都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的，我还能比不上她一个无知的村姑吗？等你知道母亲的过人之处，就不会这么自信了。母亲如果闷得慌，四处走走，不过别说不该说的话。挨了揍，可别怪儿子没有提醒您。楚氏不服，谁还敢揍他嘛？楚氏不信，就去村子里面闲逛，不少的婶子跟他打招呼，毕竟是温家的客人。楚氏那高傲劲儿又端出来了，打听着温竹清那些事儿，没想到谁都是赞不绝口，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。楚氏不信，切，她不过是一个村姑，还是给人续弦当后娘，说白了就是老妈子。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吗？该不会骗我的吧？那温氏给你们什么好处？你们这么给她扬名气呀？婶子们面面相觑，有些回过味儿来了。你刚才说你是谁来着？不是姑娘的客人吗？我是舒尔的生母，当初家里遭了难，托付给他们家照顾，这才2年，孩子给养到忤逆母亲，太不懂事儿了。哎呀，也怪我不能亲自教养孩子，好在现在管教也不迟，我会把孩子教养成端方君子的。梁舒尔的生母？哈，你的意思，温姑娘把你儿子给养废了，你还怪她了？婶子们的眼神变得不太友善了，竟然是过来抢孩子的。这女的哪来这么大脸呢？说温姑娘没教好孩子。当然了，后娘哪有生母尽心呐？她能有几分真心？怕是故意养废我儿子呢。我呸！你这女人亏不亏良心啊？温姑娘对我们村里的孩子都很善良大方，让女娃娃都免费读书识字，还管一顿饭，对几个孩子更是掏心掏肺的好。你眼瞎了？没看到孩子穿的什么衣裳，吃的什么饭菜吗？你说话就说话，别指着人呐！有教养没有？你有教养，我们怎么没看到啊？忘恩负义，狗屁的教养！就是装的跟大头蒜似的，还有脸过来抢孩子？你怎么不说说，没有姑娘养着他们，他们现在能有读书，能吃饱穿暖吗？